在这个欲望横行的时代，无数工会冒头，但真正让所有人吓破胆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黑暗工会渡鸦。在帝国，这个名字就是灾难的代名词。带头的男人叫奎因，他能稳坐第一把交椅，靠的可不是运气，而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。只要工会能拿好处，哪怕是皇室的命，他也照收不误。可谁能想到，这种狠角色也会遇到让他头疼的事。阴暗的角落里，求饶声断续续，那人哀求着：“求求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！”在渡鸦工会里，人命最不值钱，只要出一点差错，就会被立刻踢出去。对别人来说，这里是证明实力的战场，但对我来说，这里就是个地狱。我必须带着弟弟逃离这个鬼地方。时间回到1年前，那时候的日子还算太平。男人在树林里喊着：“罗茜亚，你在哪儿？”他转头叮嘱身边的男孩：“塞尼尔，快帮我一起找你姐姐。”塞尼尔也跟着大声呼喊：“姐姐，你在哪儿啊？”谁能想到，罗茜亚正躲在草丛里偷笑，他们肯定找不到我吧？塞尼尔这小子眼尖，一下就把罗茜亚给揪出来了。塞尼尔兴奋地大喊：“抓到你了！”罗茜亚也乐得不行。塞尼尔那时候的日子真简单，爸妈经营着一家小铺子，全家人整天腻在一起。虽然没什么大富大贵，但这种安稳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。罗茜亚最喜欢在店里乱跑，塞尼尔就跟在后面当跟屁虫，只要能跟家人待在一起，哪怕只是在仓库里瞎闹，他都觉得特别知足。原本这一家4口守着那个小小的世界，日子过得别提多滋润了。可谁能想到，老天爷说变脸就变脸。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把这个家彻底毁了，爸妈就这么撒手人寰，连句最后的话都没留下。大雨哗哗的往下砸，罗茜亚带着塞尼尔就这么站在墓碑前，这深黑衣服穿在他们身上显得格外沉重。塞尼尔小声问：“姐姐，我们是不是再也见不到爸妈了？”罗茜亚没法回答这个问题，从这一刻起，她必须得逼着自己长大，因为她已经是弟弟唯一的依靠了。可老天爷根本没打算放过这2个可怜的孩子，葬礼还没办完，一个叫奎因的女人就找上门了，她开口就是1个亿，说这是罗茜亚父亲欠下的债，这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。罗茜亚整个人都傻了，爸爸怎么可能借这么多钱？他拿这些钱去干什么了？奎因直接甩出一份合同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上面确实有父亲的亲笔签名。更绝的是，合同里还有一条死规定，如果父亲没还清就走了，这笔债就要由他的孩子来背。这下完了，2个还没成年的孩子上哪儿去弄这1个亿？这笔债根本没法赖掉，除非姐弟俩现在就去死。塞尼尔吓得紧紧抓着姐姐，姐姐，我好害怕。奎因看着这2个走投无路的孩子，突然笑了一下，想不想知道怎么才能轻轻松松把债还清？就这样，姐弟俩被带到了一个叫渡鸦训练营的地方。这扇大门一关，外面的世界就跟他们彻底断了联系。罗茜亚刚一进去就发现不对劲，这里到处都是年纪相仿的孩子，旁边的人还在小声嘀咕：“看，又来了2个送死的，不知道这次能撑几天。”罗茜亚看着周围这些孩子，心里凉了大半截。难道这些人全都是被抓来还债的？从那天开始，罗茜亚和塞尼尔的生活就只剩下没完没了的训练。罗茜亚以前帮爸爸干过活，上手倒是挺快，不管是练剑还是拉弓，她都能咬牙坚持下来。可塞尼尔年纪实在太小了，这种高强度的日子对他来说简直就是折磨。在这个叫渡鸦的地方，竞争就是唯一的生存法则。要是拿不到好名次，别说治病的药了，连口饱饭都吃不上。塞尼尔终于撑不住倒下了，他虚弱地抓着姐姐的手，说自己头晕的厉害。看着弟弟这副样子，罗茜亚心里很清楚，再这么耗下去，塞尼尔肯定没命活。他暗暗发誓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一定要带弟弟逃离这个鬼地方。为了不让弟弟在这里等死，罗茜亚带着塞尼尔跑了好几次，可每次还没跑出林子就被抓了回来。那份合同就像一道咒语，把他们死死锁在渡鸦训练营，不管怎么挣扎都逃不掉。罗茜亚实在没办法了，他只能去求那个掌握他们命运的人。罗茜亚哀求道：“奎因，我会加倍努力工作的，求你放过我生病的弟弟吧。”可奎因根本不吃这一套，他冷冷地看着罗茜亚：“你还没搞清楚这里的规矩，在这个地方，弱者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，只有变强，你才有资格谈条件，否则你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。”罗茜亚终于明白了，光靠求饶换不来自由，想要救弟弟，他必须先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人。从现在开始，以前那个娇弱的大小姐就彻底消失了，想要在这里站稳脚跟，就要拿命去拼那个第1名。罗茜亚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只要变得足够强，就再也没人能拦着他带走塞尼尔。这一路摸爬滚打，他终于踩着所有人爬到了顶峰，成了这里名副其实的最强者。既然筹码已经够了，是时候去找奎因谈谈了。罗茜亚开门见山：“我现在有资格选了吗？”奎因笑了笑，刚拿到第1就跑过来，看来你是真急了。行，答应你的肯定会办。塞尼尔可以走，不过我这还有个更好的方案。他拿出一瓶绿色的药水，这东西能抹掉人的记忆，只要给塞尼尔喝下去，他就再也不用因为姐姐的牺牲背上一辈子的愧疚感了。喝一半，他会忘了在这个鬼地方受的苦，要是全喝了，他这辈子所有的记忆都会消失。给多少你自己定，但有个条件，只要你接了这瓶药，这辈子你就要彻底卖命给我了。这一步要是迈出去，罗茜亚就真的再也没回头路了。9岁就要决定一辈子的事，这压力谁受得了？但罗茜亚心里清楚，与其2个人都烂在这个地狱里，不如牺牲他一个，换塞尼尔一个清白的未来。药已经喂下去了，可真要把所有记忆都抹掉吗？全忘了，他确实能毫无负担的去当小少爷，但要是连唯一的姐姐都忘了，罗茜亚就真的什么都没了。最后他还是没舍得。
他只抹掉了塞尼尔在训练营的噩梦，唯独把关于自己的那部分原封不动地留了下来。没过多久，塞尼尔就被送到了贵族领养家庭。从这一刻起，两姐弟的人生彻底分叉了。塞尼尔拼命喊着：“不，我要和姐姐在一起！姐姐！”这孩子因为长得漂亮，很快就被地方贵族领养了。罗茜亚只能在心里反复告诉自己，只要她能过得幸福，这一切就都是值得的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转眼间，当年的小不点都长大了，现在的塞尼尔已经是人人称颂的英雄了。而罗茜亚也已经彻底褪去了当年的青涩。谁能想到，曾经相依为命的两个人，最后竟然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两条路？谁能想到，当初的一场交易，让两姐弟走上了截然相反的路，一个成了黑暗公会的接班人，一个成了贵族家捧在手心的少爷。手下这会儿正急着找罗茜亚，说是会长为了那张地图，已经在等他了。罗茜亚刚要过去，手下又神神秘秘地提了一嘴，说是那位二王子马上就要回国了。这位可是立下赫赫战功的大英雄，但在手下心里，这位王子就算再强，也肯定不是罗茜亚的对手，毕竟他可是帝国最强的佣兵。可当时的罗茜亚根本没意识到，接下来的重逢会意味着什么。塞尼尔这个曾经最亲近的弟弟，现在的样子跟我想象中完全不同。但这还没完，除了他，还有那个守着帝国秘密的神官，甚至连帝国的另一位皇子也牵扯进来了。谁能想到，这几个足以改变帝国命运的男人，竟然会跟我的人生彻底纠缠在一起？弟弟离开后，日子一晃就是好几年。罗茜亚换上一身黑衣，趁着夜色摸进了这栋宅子。她是带着女王的秘密任务来的，就在这附近，肯定藏着那个传闻中的宝贝。找到了，这就是大盗贼的地图。这东西可不只是值钱，它背后藏着的秘密，甚至能让一个国家彻底完蛋，是所有工会都盯着的烫手山芋。奎因女王之前把他说的神乎其神，还反复警告这任务有多危险。结果呢，罗茜亚这么快就拿到了，这事儿顺利的有点不对劲。任务总算告一段落，罗茜亚现在满脑子全是他那个10年没见的弟弟，日子过得真快。当年的小男孩现在肯定已经变了模样，也不知道见了面两人还能不能聊到一块儿去。既然拿到了想要的东西，也是时候去见见塞尼尔了。画面一转，罗茜亚来到了弗雷亚家族的大宅，这里就是弟弟现在的家。管家已经在门口候着了，一句少爷您回来了。可等塞尼尔真的露面，这感觉和罗茜亚记忆里的完全不一样。这10年里他到底经历了什么？果然没那么简单，这地方到处都是机关。不过对罗茜亚来说，这些小把戏跟平时的训练比起来简直太嫩了。总算把地图弄到手了，只要把它带回去，任务就算圆满完成。罗茜亚刚松了口气，正打算撤退，结果耳朵一动，这动静不对劲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一道黑影直接劈了过来。这下麻烦大了，明明已经清理了所有机关，结果还是算漏了。这一下要是没挡住，命就直接交代在这儿了。这身手绝对不是普通护卫，这地方怎么会藏着这种高手？还没等罗茜亚想明白，对方一开口，直接让他愣在了原地。男人冷冷地说：“原来是渡鸦公会的人。”这下彻底失算了，身份竟然1秒就被看穿了。这男人开口就要地图，看来他也是奔着宝贝来的，还放狠话说：“这东西你们公会根本拿不住。”罗茜亚这下反应过来了，原来盯上这块肥肉的不止他一家，两边直接打成了一团。罗茜亚心里清楚，再这么耗下去，对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。男人倒是挺意外，说能接住他这一剑，看来罗茜亚确实名不虚传。但他紧接着又补了一句，说罗茜亚还差得远呢。就在男人露出破绽的一下子，罗茜亚看准了位置，机会来了。这一招拼了个平手，谁也没占到便宜。罗茜亚反应极快，趁着这空档直接抽身撤退。男人这下急了，在后面大喊让他站住，可罗茜亚哪会听他的？一眨眼的功夫，人就彻底没影了。男人把面罩一摘，看来他已经记住了罗茜亚。蓝眼睛的皇子吗？他自言自语说，下次见面绝对不会再让他跑掉。罗茜亚总算甩掉那个难缠的男人，赶回了接应地点。索菲亚和雷利已经等在那儿了。索菲亚一看他回来，兴奋的直接扑了上去，问他任务到底成没成功。罗茜亚点点头，地图已经稳稳的拿到了，就在那个神器里。还没等大家高兴太久，索菲亚的语气突然严肃起来，说奎因那边发来了紧急信鸽。这下罗茜亚也坐不住了，平时为了怕被敌人追踪，工会从来不轻易动用信鸽，能让奎因冒这么大风险传信，总部那边肯定是出大事了。罗茜亚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，这回恐怕不只是任务这么简单了。罗茜亚紧赶慢赶，总算回到了工会总部。推开这扇门，屋里的气氛沉重的让人难受。奎因就这么虚弱的躺在床上，咳得连话都说不利索。他费劲的抬起头问：“你回来了吗？”罗茜亚一看这情况，心直接沉到了底。才几天没见，奎因竟然已经病成这样了。在工会这么多年，罗茜亚见过太多死人，他心里很清楚，奎因这命怕是快到头了。可奎因这时候还没忘了任务，一边咳一边问：“地图拿到了吗？”罗茜亚把东西拿了出来，说：“你心心念念的宝贝，我给你带回来了。”奎因露出了个欣慰的笑，他就知道这事儿难不倒罗茜亚。紧接着，他把闲杂人等全支开了。这间屋子现在只剩下他们2个。奎因边咳边招手，让他把脸上的面罩摘了，想在最后时刻再看个清楚。罗茜亚照做了，这层伪装一卸下来，两人之间就再也没了隔阂。看着这张熟悉的脸，奎因满眼都是感慨。当初那个连工会都待不下去的新人，一转眼已经变得这么可靠了。他还记得罗茜亚当年的承诺，说这辈子都要跟他死磕到底。可现在看来，这句承诺怕是要落空了。
奎因自嘲地笑了笑，说当初也没想到日子会变成今天这样，不过这就是命，谁也说不准。话还没说完，他又开始猛咳，这血是怎么都止不住了。罗茜亚赶紧让他闭嘴，都这时候了，还逞什么呢？奎因看着眼前的罗茜亚，心里全是感慨，谁能想到呢？当初那个对他满脸敌意的小姑娘，现在竟然会守在床边，成了唯一照顾她的人。他轻声说了句：“你真是个善良的孩子。”罗茜亚听了这话，只觉得讽刺，他这双手沾了多少血，自己都数不清。善良这两个字跟他根本不沾边，可就是这样一个杀手，现在却是奎因最后的依靠了。奎因笑了笑，说：“你就别装了，你背地里照顾那些受害者的家属，我其实全都知道。以前你连保护弟弟都费劲，现在倒好，都有本事去护着别人的家属了。”奎因深吸一口气，给了罗茜亚最后2个选择：要么接手工会当会长，要么就彻底离开这儿，去过正常人的日子。罗茜亚整个人都傻了。奎因看着他说：“你本来就不属于这种鬼地方，这些年你留在这儿，不过是为了还我的债。其实你心里一直觉得这儿是地狱吧？只要我一死，你就彻底自由了。”谁能想到，这竟然成了他最后的交代。奎因这口气终究是没提上来，罗茜亚这下彻底慌了，拼命喊着他的名字，可屋里再也没了回应。这口气终究是没提上来，罗茜亚守在床边，最后还是没能留住奎因。这个女人给过他最大的痛苦，也给过他活下去的力气，结果到头来还是只剩下他一个人。算算日子，进工会刚好整整10年，这10年过的真像是一场醒不来的噩梦。转眼到了下葬这天，老天爷也跟着凑热闹，雨下得没完没了。雷利在旁边难受的不行，说奎因这辈子嘴硬心软，走的实在是太突然了。罗茜亚就这么静静站着，一句话也没说。既然奎因已经不在了，那这工会他也没必要再待下去了。虽然终于拿到了梦寐以求的自由，可罗茜亚心里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。她忍不住在想，要是当初没遇上奎因，他们这些无家可归的孤儿，现在又会在哪儿呢？在工会的那段日子，确实像地狱一样难熬。可也正是因为这样，塞尼尔才会被贵族收养，在充满爱的环境里长大。而罗茜亚自己也在这摸爬滚打中，成了工会里最顶尖的杀手。倒不是说他有多感激奎因，只是那些刻骨铭心的恨意，早就随着时间一点点磨平了。罗茜亚站在墓前，最后到了生别，这一走，他和奎因的恩怨就彻底清了。雷利和索菲亚跟了过来，看来奎因临终前的交代，大家都已经知道了。雷利问他以后打算怎么办，罗茜亚还没想好，只想先歇一歇。索菲亚担心他没地方住，罗茜亚却说他打算先去见见弟弟塞尼尔。索菲亚还是不放心，毕竟塞尼尔现在是贵族，万一人家不认他这个姐姐呢？罗茜亚倒是一点不担心，说他们每年都会联系。可索菲亚还是急了，死死拽住罗茜亚，问他是不是真打算不管工会了。毕竟奎因一走，这儿除了罗茜亚，谁还能挑起这个大梁？罗茜亚轻轻推开索菲亚的手，索菲亚，我明白你的心情，但我跟你们不一样，我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来这儿。这世上的暗黑工会多得数不清，可唯独咱们这个渡鸦是其中名声最响也最臭的一个，想进来的人多到要排队。工会甚至还专门建了训练营，就为了培养杀人机器。除了我是被强行拽进来的，你们所有人都是自愿加入，而且还一直以身为渡鸦的一员为荣，所以别再求我当什么会长了，这担子我真跳不动。罗茜亚说完转身就走，索菲亚还是不死心，在后面紧追不舍，说你先等等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可如果有一种办法能让你留在工会，还能像普通人一样生活呢？这话一出，罗茜亚整个人都愣住了。索菲亚这话一出，罗茜亚整个人都愣住了。什么办法能让杀手也过上普通人的日子？索菲亚赶紧解释，咱们工会在各地不都有那种伪装成店铺的据点吗？平时用来收集情报或者落脚，你要是愿意，完全可以去接管其中一家，明面上开个咖啡馆或者武器店，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平凡生活吗？罗茜亚还是有点犹豫，毕竟这听起来还是跟工会脱不开干系。索菲亚急得直跺脚，求你再考虑考虑吧，这是唯一能让你留下来又不用继续杀人的法子了。罗茜亚叹了口气，行吧，我会好好想想的。索菲亚还想再磨两句，被旁边的雷利给拦住了。行了，索菲亚，让他先清静清静吧。雷利看着罗茜亚，祝你这次见弟弟一切顺利，但你必须答应我们，想大家了就随时回来。毕竟在奎因眼里，你才是工会唯一的继承人，也是咱们渡鸦最强的王牌。罗茜亚没说话，只是默默背上了行囊。其实在罗茜亚心里，奎因对她的认可一直是一份沉甸甸的债。她原本以为在工会这10年，除了杀人的本事，自己什么都没剩下，可直到要走的时候才发现，身边竟然围了这么多人，都在真心实意的舍不得她。罗茜亚笑了笑，轻声说了句谢谢。这一声谢谢，既是给同伴的，也是给过去的自己。虽然要离开这个待了半辈子的地方，心里难免有点打鼓，毕竟一切都要从头开始。但好在这些年攒下的佣金足够还清所有的债了，现在的他是真正的自由身。罗茜亚最后看了一眼身后，头也不回地往前走去，属于他的新生活总算是要开始了。塞尼尔刚一进家门，管家就早早守在那儿了。这一整天的奔波总算结束，塞尼尔现在最关心的还是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消息。结果管家说收到的全是各家小姐的聚会邀请，塞尼尔连看都没看，直接让管家全都推掉。看来这些社交应酬他是一个都不直沾。塞尼尔刚回到房间，累得连腰都快直不起来了。他一边解扣子一边抱怨，这训练强度也太离谱了，到底要练到什么程度才算完？就在这时候，窗户那边突然传来一阵动静，塞尼尔停下了手里的动作，这声音听着有点耳熟。等他看清窗台上的黑影，
整个人都精神了。这不是专门帮他和罗茜亚传信的那只信使鸟雪儿吗？这个节骨眼上他怎么会来？塞尼尔心里有点打鼓，赶紧过去把窗户推开。难道是罗茜亚出什么事了？他顾不上多想，立马拆下了鸟腿上的信。信上的内容很简单，罗茜亚说想见他一面，哪怕晚一点也没关系，他会在广场等上整整1周。塞尼尔这下总算明白了，原来罗茜亚已经到这儿了。塞尼尔赶紧低头看了一眼日期，这下坏了，今天刚好就是最后一天。画面一转，罗茜亚已经在广场等了整整7天，虽然还没见到人，但他心里倒是一点都不慌。他觉得塞尼尔肯定不是那种会故意不回信的人。就在这时候，身后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塞尼尔一边喊着一边冲了过来。罗茜亚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他一把搂进了怀里。这久别重逢的镜头，看来塞尼尔是真的想他了。虽然每年都会见面，但塞尼尔每次见到他都还是这么激动。罗茜亚也会抱住了他，我也很想你，塞尼尔。塞尼尔松开手，心里全是疑问。平时咱们可不是这时候见面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要是早知道你要来，哪能让你在这儿等1个礼拜？这得受多少罪？罗茜亚沉默了一会儿，终于开口说了实话：继母去世了，我觉得这件事必须当面告诉你。塞尼尔这下彻底没话了，他知道罗茜亚的养母病了很久，只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。他赶紧握住罗茜亚的手，那现在家里是不是就剩你一个人了？罗茜亚点了点头，也正是因为这样，他才终于能自由的出来见他。塞尼尔想都没想就提议，要不你先搬来跟我一起住，我去求养母，她肯定会同意让你留下的。可罗茜亚却摇了摇头，直接拒绝了他的好意。我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了，不需要什么监护人。塞尼尔还是不放心，你刚失去亲人，我只是想陪在你身边。罗茜亚却很坚持，那也不能去麻烦你的养父母。塞尼尔赶紧又想了个招，那去我朋友的别墅怎么样？他是个落魄贵族，家里空房间多得是。罗茜亚心里直犯嘀咕，落魄贵族加空房子，这听着就不太靠谱。他想都没想就给拒绝了。眼看这招不行，塞尼尔干脆使出了杀手锏，他拉着罗茜亚的手不放，求你了姐姐，咱们1年才见这么一回，你最难过的时候我都不在，心里实在过意不去。罗茜亚看着他这副样子，也是真没辙了。本以为他长大了，结果还是跟小时候一样爱磨人。反正这次过来，本来就是为了多陪陪他，要不就依了他。既然塞尼尔这么坚持，罗茜亚也就不再推辞了。那我就厚着脸皮去你那儿打扰几天。塞尼尔一听这话，整个人都快蹦起来了。真的吗？你真的答应了？看他这副高兴劲儿，罗茜亚都觉得有点好笑。至于这么开心吗？没过多久，两人就来到了一座大宅邸前。这地方气派的不像话，连路人都忍不住感叹：塞尼尔居然真的把他的姐姐给带回来了。就在这时，屋里的主人主动迎了出来：你好，我叫奥维斯。他笑得一脸灿烂，说早就听塞尼尔提起过他了，这位就是塞尼尔口中那个关系最好的同事兼朋友。罗茜亚礼貌的回应：我也听塞尼尔提起过你，很高兴见到你。奥维斯倒是一点不认生，上来就想套近乎。既然是塞尼尔的姐姐，那以后跟我说话也别客气。罗茜亚还没来得及接话，奥维斯就顺势牵住了他的手。这突如其来的热情让旁边的塞尼尔脸色瞬间就变了。奥维斯这人是真不把自己当外人，刚见面就抓着罗茜亚的手不放，嘴里还一直夸你果然跟传闻中一样漂亮。紧接着他又凑近了问：你觉得年纪比你小的男人怎么样？这话一出，旁边的塞尼尔直接炸了：你是不是疯了？赶紧把你的脏手拿开！奥维斯还一脸无辜：我就是打个招呼，你至于吗？塞尼尔可不吃这一套，打招呼也不行。看着这两个男人在哪儿掐架，罗茜亚心里更没底了。他赶紧打断两人的争执，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：我住在这里真的没问题吗？奥维斯笑得那叫一个灿烂：当然没问题，反正我也是在这儿白住的。这话把罗茜亚听懵了，什么叫你也是白住的？他一下子反应过来，哪有让客人邀请另一个客人来家里常住的道理？这地方他可不敢待了。奥维斯却摆摆手，让他放宽心，说这房子的主人是个大人物，平时根本不在乎这些小事。奥维斯倒是挺自来熟，非要领着罗茜亚去参观房间。虽然心里总觉得这地方不靠谱，但眼看天都黑了，罗茜亚也只能先在这儿凑合一晚，打算等明天一早就搬走。夜深人静，整座宅子都沉进了黑暗里，罗茜亚总算是睡踏实了。可有人却压根没打算合眼，塞尼尔就这么守在门口，一步都不肯挪开。就在这时，奥维斯冷不丁出现在他身后。奥维斯问：你还不打算回家吗？塞尼尔语气生硬：我今晚就住这儿了。看这架势，他是真怕奥维斯动什么歪心思。塞尼尔看着紧闭的房门，心里五味杂陈。这10年来，他们每年只能见上一面，而且每次都只能在外面匆匆聊几句。像现在这样，能看着罗茜亚安稳地睡在屋里，还是他们小时候才有的待遇。这种久违的安宁，让他一刻都不想离开。可偏偏有人要来杀风景。奥维斯凑过来，低声提醒：我知道你们姐弟情深，但咱们那件事必须得谈了。看奥维斯这严肃的劲儿，恐怕是之前的计划出了什么岔子。塞尼尔虽然心里不痛快，但也知道轻重缓急，他赶紧示意奥维斯小声点，千万别把罗茜亚吵醒了。毕竟他一直瞒着自己的真实身份，绝不能让他知道自己平时到底在干些什么。奥维斯倒也识趣，既然这儿说话不方便，两人干脆下楼去谈。随着脚步声渐渐远去，走廊里重新恢复了死寂。可谁也没想到，就在房门关上的那一刻，原本应该熟睡的罗茜亚却突然睁开了眼睛。到底是什么事，非要瞒着我不可？罗茜亚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心里这块石头怎么都落不了地。
他甚至动了念头想去查个清楚，但转念一想，塞尼尔现在已经是个大人了，总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。以前在工会养成的那些职业病，也是时候该改了。毕竟这种一家人整整齐齐聚在一个屋檐下的感觉，真的已经久违了。与其在这儿胡思乱想，不如好好珍惜眼前的日子。罗茜亚闭上眼，打算先踏实睡个好觉，等明天一早再好好陪塞尼尔。可就在他入睡后，寂静的走廊里，一扇门悄悄推开了缝隙，紧接着一个神秘的卷轴就这么掉在了地板上。奥维斯把塞尼尔带到书房，直接甩出一份密令：“这是今天刚从上面传下来的，你自己看吧。”塞尼尔接过信件，整个人都僵住了。奥维斯无奈地叹了口气，虽然很难相信，但首都的地图确实被偷了，这简直是天方夜谭。塞尼尔盯着信纸，这根本说不通啊！那位大人不是亲自去了吗？奥维斯摇了摇头，结果显而易见，即便他亲自出马，最后还是失手了。谁能想到那个渡鸦工会的会长，竟然比咱们预想的还要难对付？塞尼尔气得咬牙切齿，就因为这家伙横插一杠，咱们筹划了这么久的行动，全被他给毁了。看来这次失手，全是因为那个所谓的王子。一转眼到了第二天，罗茜亚这心里还记挂着昨天的事，本来想找塞尼尔问个明白，结果一出门，人居然不见了。奥维斯这时候正好走过来，说塞尼尔一大早就回自己家了。奥维斯关心地问：“昨晚睡得怎么样？”罗茜亚客气地回了一句：“挺好的，谢谢。”虽然表面上风平浪静，但该来的总会来。正聊着呢，耳边突然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。维德勒语气很不客气：“奥维斯，你怎么随便带陌生人回来？”奥维斯也没想到他会这时候出现，赶紧解释说：“这位是塞尼尔的姐姐，实在没地方去才带回来的。”罗茜亚这下反应过来了，原来这位才是真正的房主。他赶紧解释自己只是临时借宿，只要找到住处马上就走。可等他看清对方的长相，心里一下子乱了。谁能想到在这儿竟然能碰上老熟人？当初执行任务的时候，就是这个男人突然杀出来。如果他才是这宅子的主人，那他和塞尼尔之间绝对没那么简单。这下麻烦大了。虽然以前交手的时候又是戴面具又是用幻术，按理说他认不出现在的样子，可工会里练出来的直觉一直在疯狂报警，离这个男人越远越好，否则迟早要出大事。维德勒盯着罗茜亚看了半天，突然冒出一句：“你看起来很眼熟。”他接着追问：“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”罗茜亚这下心都提到嗓子眼了，只能拼命告诉自己要冷静，以前交手的时候都伪装过，他不可能认得出来。罗茜亚稳住情绪回了一句：“我想我们应该是第一次见面，您是不是认错人了？”维德勒听完也没再纠缠，只是淡淡的说：“也许吧，毕竟在帝国，金发也不是什么稀罕物。”他转头看向奥维斯：“关于他留在这儿的事，我会去跟塞尼尔谈谈。”维德勒最后丢下一句话：“奥维斯，你跟我过来，我有话要问你。”奥维斯看罗茜亚被吓到了，赶紧过来打个圆场，说：“维德勒这人说话一直这么冲，让他千万别往心里去，等会儿再找他细聊。”转头奥维斯就跟上了维德勒，还忍不住打趣说：“这可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您居然也会对女人感兴趣？”维德勒根本没心思开玩笑，他语气冷冰冰的，那根本不是什么兴趣，只是看着他，让我想起了一个老对手。就在刚才那一瞬间，维德勒脑子里全是当年的影子，当初执行任务遇到的那个人，也长着一双一模一样的蓝眼睛。在奥维斯的记忆里，罗茜亚简直就是纯洁的化身。当初他自我介绍的时候，那副温柔的样子，谁看了不迷糊？可维德勒听完这话，直接冷笑一声，说：“奥维斯，你真是瞎了眼，那女人跟纯洁这两个字根本就不沾边。”奥维斯看他反应这么大，试探着问了一句：“要不要干脆查查他的底细？”维德勒沉默了一会儿，最后还是摆了摆手，说：“算了，可能只是因为他长得像塞尼尔，自己才会有这种错觉。”不过维德勒可没打算就这么放过奥维斯，他突然停下脚步，语气变得严肃起来。他盯着奥维斯问：“你到底为什么要带他来这儿？你要搞清楚，这里可是咱们最隐蔽的藏身处。”维德勒现在火气大得很，万一机密文件泄露出去，这后果谁担得起？奥维斯赶紧低头认错，他也是看在塞尼尔的面子上，觉得既然是亲姐姐，在这儿借住几天应该没事，毕竟这兄妹俩太不容易了。自从父母过世，整整10年都没怎么见过面。奥维斯也是头一回见塞尼尔这么开心，看维德勒半天没说话，奥维斯还以为他心软了，结果这口气还没松下来，维德勒就直接泼了一盆冷水。规矩就是规矩，这种事绝对不能通融。维德勒冷着脸下令，去把塞尼尔给我叫过来。奥维斯这下也没招了，看来维德勒是铁了心要按规矩办，只能在心里默默替塞尼尔捏把汗。塞尼尔这会儿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一进门就先声明说自己从今天起正式开始休假了。结果维德勒连头都没抬，直接一盆冷水泼下来，说这假他根本就没批过。塞尼尔这下可不干了，好几年才轮到这么一回，该处理的文件也都弄完了，凭什么不让休息？可维德勒接下来的话让屋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。他说现在根本没时间扯这些，因为就在刚刚出了件足以翻天覆地的大事，渡鸦女王死了。这话一出口，塞尼尔彻底傻眼了，这下别说休假，恐怕接下来的日子都要变天了。渡鸦女王这一走，整个工会都要乱套了。为了争夺那个空出来的位子，接下来的腥风血雨肯定少不了。要是没什么意外的话，最后能坐上那个位置的，恐怕只有那位王子了。可麻烦
还不止这些，维德勒发现那个消失了10年的公国，最近竟然又开始活动了。据说他们的人正在到处打听大到地图的下落。这帮人藏了这么久，现在露头肯定没好事。维德勒一边说着，一边随手拿起了桌上的文件，结果低头一看，居然是塞尼尔的休假申请。维德勒二话不说，直接把申请书撕了个粉碎。这家他就是不给批。塞尼尔这下真急了，等了这么多年才盼来一次休息，结果对方连商量的余地都不给。谁能想到塞尼尔早就留了一手，撕了一张还有一张，他手里多的是备份。毕竟亲姐姐等了10年才回来，管他什么王子还是公国，天大的事也得等他休完假再说。维德勒这下彻底无语了，这到底是自己的下属，还是请回来的祖宗？塞尼尔这次是铁了心要走，哪怕是顶撞上司，他也绝对不会退让半步。看着塞尼尔这副样子，维德勒也知道这事儿怕是真拦不住了。维德勒这下是真的火了，直接一把揪住塞尼尔的领子，把他死死按在墙上。维德勒冷冷地提醒他，这姐姐10年才露一面，偏偏选在这个节骨眼回来，难道不觉得太巧了吗？他接着逼问，你就那么确定你那个好姐姐不是在利用你？这话一出，塞尼尔彻底炸了，他反手抓回去，让维德勒立刻把话收回去。塞尼尔一字一句的警告，哪怕对方是殿下，也绝对不准诋毁他的姐姐。这下两人的关系算是彻底降到了冰点。维德勒听完这话，反而笑得更冷了。诋毁？他觉得这简直是个笑话。他开始翻起旧账，当初塞尼尔像个弃子一样被送去给别的家族当养子，甚至还要替那个家族的继承人上战场。在那段暗无天日的日子里，塞尼尔无数次在生死边缘挣扎，每一天都活在刀尖上。维德勒死盯着他问，那时候你那个好姐姐在哪儿？维德勒越说越激动，他觉得塞尼尔根本没搞清楚谁才是真正陪他死里逃生的人。他一字一句地提醒塞尼尔，陪你走过那段地狱般生活的是我，而不是你那个消失了10年的姐姐。塞尼尔根本不吃这一套，他语气坚定地说，就算你这么说，她也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亲人，是我童年里唯一的亮色。他直接把话挑明了，不管你是什么身份，要是敢动他一根汗毛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维德勒听完这话，半天没吭声，最后他冷冷地回了一句，你是不是忘了，你必须无条件服从我的命令。说完，他猛地松开了手，这下两人的关系算是彻底僵住了。这下全砸了，刚端上来的茶具碎了一地。罗茜亚怎么也没想到，一推门竟然会撞见这一幕。此时的维德勒还死死拽着塞尼尔的领子，两个大男人就这么僵在门口。罗茜亚端着剩下的茶水，半天才憋出一句话，你们两个到底在干什么？刚才还在放狠话的维德勒，这下也彻底哑火了，尤其是那句必须无条件服从，配合现在这个揪领子的姿势，怎么看怎么不对劲。这两个人终于反应过来，现在的样子到底有多离谱。塞尼尔这下彻底慌了，赶紧想把手撒开。姐姐，你听我说，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奥维斯这一开口，简直是火上浇油。他故意重复了那句服从，还一副看破不说破的样子，拉着罗茜亚就要走，说这种场面，咱们还是别在这儿当电灯泡了。这下塞尼尔彻底炸毛了，赶紧在后面喊，等一下，别走啊！什么叫不该打扰？这误会可闹得太大了，他现在想死的心都有了，居然让亲姐姐撞见这么尴尬的一幕。罗茜亚哪能就这么算了？他追着奥维斯，非要问个清楚，刚才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结果奥维斯支支吾吾的，这种事他哪敢往细了说啊？奥维斯借口有急事，一溜烟跑没影了。罗茜亚这下更郁闷了，关键信息一点没套出来，他脑子里全是刚才那一幕。维德勒居然让塞尼尔绝对服从，这俩人的关系怎么看都不太对劲。既然奥维斯不肯说，罗茜亚决定回头得找塞尼尔单独聊聊。结果还没等他走远，维德勒就主动找上门了，开口就是一顿质问，消失10年现在回来，是想靠弟弟捞好处吗？罗茜亚可不吃这一套，直接当面对了回去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你对塞尼尔做的那些事，真以为别人看不出来吗？维德勒接下来的话简直像个重磅炸弹，他说塞尼尔欠了一笔债，现在只能用身体来偿还，所以必须对他绝对服从。这话一出来，罗茜亚整个人都懵了，用身体还债，塞尼尔到底经历了什么才会落到这种人手里？这家伙太危险了，不仅盯着那张地图，还把塞尼尔当成私有物一样对待，这种语气简直没把人当人看。罗茜亚决定了，必须把维德勒的底细查清楚，要是塞尼尔真的受了委屈，他绝对会让这家伙付出惨痛的代价。一转眼到了晚上，这顿饭罗茜亚吃得心不在焉，满脑子都是下午听到的那些话。塞尼尔一眼就看出了不对劲，姐姐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罗茜亚干脆把话挑明了，下午那个男人到底和你什么关系？看着像个贵族，可说话就是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塞尼尔倒是回答的挺干脆，说那是他的直属上司，虽然刚才表现的有点奇怪，但其实是个好人。好人？罗茜亚听完更坐不住了，塞尼尔这明显是被卖了，还在帮人家数钱呢。他刚想开口试探，问问塞尼尔关于那个上司的事，可最后还是忍住了。这事儿没那么简单，万一塞尼尔现在身不由己，自己贸然插手，只会让局面变得更糟。毕竟维德勒那种占有欲，看着就让人后背发凉。要是真把他逼急了，塞尼尔的处境就危险了。既然明着问不出来，那就换个法子。罗茜亚决定动用自己的人脉，非要把这背后的猫腻查个水落石出不可。为了查清真相，罗茜亚决定先去一趟首都，毕竟那里才是情报最集中的地方。他放下餐具，看向塞尼尔，说自己过2天要去首都办点事。谁能想到，塞尼尔听完眼睛都亮了，笑着说自己刚好也有事要过去，这下正好能跟姐姐一起走。
罗茜亚心里咯噔一下，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凑热闹？他赶紧追问：“你去首都干什么？”塞尼尔这下有点支支吾吾了，半天才憋出一句，说自己只是去见个人。这下罗茜亚彻底犯难了，他是去暗中调查的，带上塞尼尔肯定会打草惊蛇，必须得想个办法，让他乖乖留在家里才行。塞尼尔这下是真高兴坏了，他说这10年虽然经常见面，但像这样一起去首都还是头一回。看他那股兴奋劲儿，估计这一天他已经等了很久了。罗茜亚看着他半天没说话，本来他是想找借口拒绝的，可看到塞尼尔笑得这么灿烂，那些拒绝的话硬生生被他给咽了回去。最后罗茜亚还是笑着点了点头，说自己也很期待这次旅行，既然塞尼尔这么想去，那就先顺着他的意思办吧。其实罗茜亚心里已经打好了算盘，就算2个人一起出发，等到了首都，他也有的是办法甩开塞尼尔单独行动。塞尼尔特意叮嘱罗茜亚，到了首都就住奥维斯的房子，行李不用带太多轻装上阵就行。罗茜亚也没多想，直接答应了下来。第二天一早，3个人准时抵达了首都，可这脚后跟还没站稳呢，塞尼尔就先开口了。他一脸抱歉地告诉罗茜亚，因为训练的是他现在就要走，而且一走就是5天。塞尼尔还不放心，非要给他安排个守卫。罗茜亚赶紧摆手拒绝，本来就嫌有人跟着不方便。塞尼尔虽然还是不放心，但既然罗茜亚坚持，他也只能点头答应。他无奈地笑了笑，说既然这是姐姐的意思，那他就不勉强了。临走前还不忘叮嘱罗茜亚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看着塞尼尔走远，罗茜亚总算松了一口气，这下可太好了，连谎话都不用编，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拿到了独处时间。他回头看了一眼空荡荡的走廊，心里已经开始盘算接下来的计划。既然人都走了，那他也该动身去办正事了。谁能想到，这前脚刚送走塞尼尔，后脚他就要去闯那个最危险的地方。过了一会儿，罗茜亚一个人来到了首都的商业街，本以为这里会挺热闹，结果冷清的让他有点意外。他一边走一边盘算，打算先去那个叫乌鸦的情报机构看看，毕竟正事要紧。可还没走2步，耳边就传来了几个女人的议论声，他们在那儿兴奋地喊着，说什么终于能买到了，甚至还提到了塞尼尔的名字。罗茜亚这下有点没反应过来，塞尼尔不是刚走吗？怎么这地方的人都在聊他？顺着声音看过去，好家伙，前面黑压压挤了一堆人，全是奔着塞尼尔的周边去的。听这架势，他们是要把所有新品都搬回家啊！罗茜亚站在原地，这下是彻底看傻了，看着眼前这人山人海，罗茜亚整个人都懵了，这到底是凑什么热闹呢？就在他发愣的时候，旁边一个热情的姑娘凑了过来，看他面生，非拉着他往队伍里站。罗茜亚还没来得及拒绝，就被这姑娘一把拽了过去。这下好了，想走都走不掉。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，自己已经莫名其妙的排在了队伍正中间。听着周围人的议论，好像是在抢什么限量款首饰。罗茜亚这下更纳闷了，这首都的人买个东西都这么拼吗？罗茜亚凑近一看，整个人都不好了，这摊位上卖的居然全是塞尼尔的画像。店主还在那儿卖力吆喝，说新出的插画3枚金币，就得1枚金币一张，生意好的不得了。可仔细一瞧，这画风明显不对劲啊！画里的塞尼尔竟然连上衣都没穿，更离谱的是，旁边居然还有那个男人的画像，这都卖的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？罗茜亚这下彻底坐不住了，合着这么多人排长队，就是为了买这种让人脸红的东西？什么情报局，现在根本顾不上了。作为塞尼尔的姐姐，她绝对不能让这种照片流传出去。罗茜亚这下是真急了，她直接拍出钱包，要把摊位上塞尼尔的画像全包了。这豪横的举动，把旁边的摊主都给整不会了，直夸他是塞尼尔的头号铁粉。可等他拎着大包小包坐下来，才发现这代价有点大，这画的价格简直离谱。他把兜里最后1分钱都掏干净了，竟然还没买全。不过看着手里这些画，罗茜亚总算松了口气，起码那些没穿上衣的全都被他给截胡了，没让这些东西继续在外面流传。可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这种照片怎么会满大街都是？难道说这就是塞尼尔之前提到的要用身体来还债？罗茜亚脑子里全是塞尼尔那副委屈样，他说自己也是走投无路，虽然丢人，但还是求姐姐能理解他。可罗茜亚心里跟明镜似的，塞尼尔平时最讨厌被人盯着看，这种出卖色相的事，他绝对不可能主动去干。就在这时，他想起了那个男人说的话，塞尼尔欠了债，得用身体来还。罗茜亚这下全明白了，这哪是还债啊，这分明就是被那个男人给逼的，这事儿绝对没完。塞尼尔和奥维斯刚进屋，就闻到一股不对劲的味道，塞尼尔整个人都僵住了。姐姐，你该不会是下厨了吧？罗茜亚拿着汤勺，笑得可灿烂了。她说，反正厨师不在，就随便做了点特别的。结果这乃是做饭啊，这简直是在练毒，满桌子菜都冒着诡异的紫烟。塞尼尔看着这一桌子杰作，心里拔凉拔凉的，这东西吃下去真的还能活命吗？奥维斯在旁边也看傻了，还得硬着头皮夸说这菜看起来可真好吃。罗茜亚还以为这顿饭真把气氛给搞缓和了，看塞尼尔吃的这么认真，他觉得是时候打听正事了。塞尼尔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上次去京城真的只是为了见人吗？塞尼尔这下整个人都僵住了，怎么好端端的突然问这个？罗茜亚可没打算放过他，直说自己在京城看到了些情况，让他别想打马虎眼。这下塞尼尔心里彻底炸了，难道自己偷偷加入皇子骑士团的事已经被发现了？这要是承认了，后果简直不敢想。他只能硬着头皮演下去，说姐姐肯定是看走眼了。可罗茜亚这眼神明显是一个字都不信，这谎话编的漏洞实在有点大。既然塞尼尔还在那儿装傻，罗茜亚
也懒得废话了，直接从兜里掏出了杀手锏。这东西一亮出来，全场都安静了。罗茜亚指着手里的画质问：“你倒是给我解释解释，为什么你的这种画像会在京城到处乱卖？”画上的塞尼尔光着膀子，这尺度大的让人没眼看。罗茜亚越想越气，肯定是那个上司逼你拍的对吧？不然你怎么可能去干这种事？塞尼尔这下彻底崩了，手忙脚乱的想把画抢回来，连连摆手说根本不是那样。结果旁边的奥维斯还补了一刀，说塞尼尔这副样子看起来真帅。塞尼尔现在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，这画到底是怎么落到姐姐手里的？眼看这事儿是瞒不住了，他深吸一口气，看来只能摊牌了。这下是真的躲不过去了。塞尼尔终于松了口，他不打算再编瞎话了。塞尼尔看着罗茜亚说：“我全都告诉你，关于我这次去京城的真正目的。”塞尼尔这回总算说了实话，他说去京城是去执行上司的命令。罗茜亚一听就觉得不对劲，你一个普通骑士怎么还能随便进出皇宫呢？结果塞尼尔接下来的话差点没把罗茜亚吓一跳，他说自己根本不是什么普通骑士，而是皇子直属骑士团的成员。那个一直被罗茜亚怀疑的男人，竟然就是当今的二皇子维德勒。这身份一亮出来，罗茜亚整个人都懵了，闹了半天，弟弟嘴里那个债主来头竟然这么大。塞尼尔也没打算再瞒着了，他说自己在战场上拼命的时候，好几次都差点回不来，每次都是维德勒救了他的命，这救命之恩才是他这辈子都还不清的债。罗茜亚这下彻底坐不住了，什么叫差点死在战场上？这么大的事儿，塞尼尔竟然一直瞒到现在才说。罗茜亚心里真不是滋味，当初送他去贵族家当养子，就是想让他过上安稳日子，谁能想到这孩子竟然背着自己跑去打仗了。塞尼尔赶紧安慰姐姐说，那都是过去的事了，现在他已经不用再上前线拼命，他现在的身份可不一般，作为黑鹰骑士团的副团长，平时也就负责带新人，教那些想考入帝国骑士团的后辈。至于今天为什么会出现在皇宫，塞尼尔解释说，那也是接到了维德勒皇子的命令，专门过去给负责守卫的骑士们开小灶补课去了。闹了半天，塞尼尔在京城混得还挺风生水起，可罗茜亚心里那块石头还是没法完全落地。罗茜亚听完都愣住了，帝国骑士团的副团长啊，这得吃多少苦才能爬到这个位置？当初为了不让自己太想他，罗茜亚甚至都不敢去打听他的消息，现在看着弟弟这么有出息，心里真是又欣慰又心疼。塞尼尔看姐姐没怪他，总算松了一口气。他说之前一直觉得的瞒着身份，心里其实特别沉重，现在把这些秘密全道出来，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。塞尼尔笑着说，现在咱们之间没秘密了，这才像是真正的亲姐弟嘛。罗茜亚听了这话，虽然嘴上说着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，但心里那股劲儿还没完全过去，毕竟这身份转变实在太快了。塞尼尔这边倒是痛快了，可罗茜亚心里这道坎，怕是这辈子都过不去了。看着弟弟现在这么光鲜亮丽，罗茜亚只觉得心里发虚，有些话她是真没法开口。你是受人尊敬的帝国骑士，可我呢？我背后的那个暗黑工会，只要给钱，什么脏活累活都接。这真相要是真说出来，你肯定会对我失望透顶，到时候咱们连现在的日子都过不下去。所以塞尼尔，对不起了，这个秘密我只能带进坟墓里了。到了第二天，塞尼尔和奥维斯又进宫去了。临走前，塞尼尔还特意把骑士团的胸针留给了罗茜亚，这可不是一般的首饰。塞尼尔大方得很，让罗茜亚拿着它随便去逛街，想要什么直接记在他账上就行。罗茜亚本想去店里买几件常服，结果这胸针实在太扎眼了，走到哪儿都有人盯着看，搞得他根本没法安心挑衣服。既然买衣服不成，罗茜亚心想，那干脆去买点好吃的吧，反正家里也不让他进厨房。可还没等他走两步，肩膀就被人一把按住了。这一下，罗茜亚整个人都僵住了。骑士盯着罗茜亚手里的胸针，语气非常严肃，问他这东西到底是从哪儿来的。在骑士眼里，这可是塞尼尔大人的随身之物，怎么会落到一个陌生女人手里？骑士直接亮出了态度，让罗茜亚赶紧把身份证件拿出来。要是这胸针是偷来的，那这事儿可就闹大了。罗茜亚这下彻底慌了，本来是想出门散散心，谁能想到这胸针反而成了烫手的山芋。罗茜亚这会儿心里乱成一团，就算现在拿出身份证，也没法证明她是塞尼尔的亲姐姐。更要命的是，万一让收养塞尼尔的贵族家里知道这事，肯定会给弟弟惹来大麻烦。没办法，罗茜亚只能硬着头皮撒个谎，说证件忘在家里没带。可骑士哪是那么好糊弄的？这种借口他见得多了，根本不吃这一套。既然拿不出证据，骑士直接放了狠话，要把他带回皇宫去审问。这一听要去皇宫，罗茜亚整个人都懵了。这要是真进去了，那可就彻底完脱了。骑士冷着脸警告，要是查出来你真有问题，那就直接送进皇宫大牢。谁能想到罗茜亚这会儿反而不慌了，他正愁皇宫守卫太严，自己没机会混进去呢。这下倒好，骑士主动送上门来带路，简直是瞌睡送枕头，正合他意。没过多久，罗茜亚就跟着骑士进了宫。这皇宫里头的气派确实比在外面看要震撼得多。既然来都来了，那就不能白跑一趟，正好趁这个机会把皇宫里的地形先摸清楚。骑士一边带路一边警告，调查官马上就到，你最好老实点，别耍花招。罗茜亚道是一点不虚，反正进宫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他现在只想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就在这时，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，一个戴眼镜的男人走了过来。他看着罗茜亚觉得挺新鲜，这个点儿禁卫兵居然会带个外人进来。凯阳开口问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刚才还牛气冲天的骑士，这会儿立马站直了敬礼。
恭敬地喊了一声长官。罗茜亚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，能让骑士这么紧张，这男人的身份绝对不简单。可看他的样子，实在不像得当兵的。骑士赶紧打小报告，说罗茜亚偷了塞尼尔的胸针，想把他抓起来杀鸡儆猴。一听是塞尼尔的东西，凯扬立马来了兴致，看他这副样子，心里肯定在打什么算盘。结果他一开口，全场都懵了。他说这全是误会，自己跟罗茜亚其实是熟人。这下骑士踢到了硬板上，只能赶紧低头认错。可罗茜亚心里更虚了，这男人到底是谁？明明是第一次见面，他为什么要帮自己撒这个谎？罗茜亚客气递到了声线，凯扬倒是表现得很随和，说这不过是举手之劳。可罗茜亚心里跟明镜似的，她盯着男人问：“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帮我？咱们明明是第一次见面。”凯扬听完笑了笑，说：“你这声谢谢，听着可一点诚意都没有。”他突然凑近了些，语气里带着试探：“你这么防着我，是怕真实身份被发现吗？”还没等罗茜亚想好怎么接话，凯扬直接摊牌了：“你是塞尼尔的姐姐吧？”罗茜亚这下彻底懵了，这个身份明明藏得很好，他到底是怎么看出来的？罗茜亚强撑着问：“你凭什么这么说？”凯扬倒是回答的干脆，像塞尼尔那种级别的高手，怎么可能被普通女人偷走胸针？更不可能随随便便弄丢。这话听着确实没毛病。罗茜亚这下彻底没话找话了。凯扬盯着这双眼睛，说跟塞尼尔的长的一模一样。这才想起塞尼尔确实有个姐姐。凯扬感叹：“你这戒备心也太重了。”罗茜亚赶紧找步，说自己刚进京就被守卫抓了，现在还没缓过劲来。其实他心里清楚，是因为一直盯着二皇子，才搞得自己这么神经质。凯扬倒是没再多问，顺手推开了面前的大门。凯扬提议，既然都到皇宫了，不如去我的实验室转转。这下轮到罗茜亚傻眼了，工会费劲巴拉都进不去的地方，现在竟然主动邀请他，这运气简直没谁了。他不停地提醒自己，稳住，千万不能表现得太明显。换做平时，这种好事罗茜亚肯定抢着去，但现在身份都穿帮了，多待一秒都是风险。他赶紧找个借口想溜，说太晚了，不好意思再打扰。这明摆着是想划清界限。可这凯扬压根没打算放他走，他神秘兮兮地推开门，说保证你看了就不想走。这门后的景象确实让罗茜亚没法淡定了，满屋子全是顶级的魔法道具，这些宝贝随便拿一个出去都能让人吃喝不愁一辈子，在这儿居然跟不要钱似的到处乱放。凯扬一边带路一边解释，帝国里魔法师少得可怜，全靠5大家族的高手用这些神器来保家卫国。凯扬话锋一转，说除了那5大家族，其实还有个编外人员也能用魔法，而那个人居然就是塞尼尔，而且他的魔力还强得离谱。这话一出，罗茜亚整个人都懵了，塞尼尔居然是魔法师，这简直是天方夜谭。要知道在那些名门望族里，觉醒魔法都是万里挑一的事，塞尼尔一个平民出身的孩子到底是怎么办到的？凯扬倒是一点不意外，说你们分开了这么久，不知道也正常，毕竟这种强大的力量往往要在极端情况下才能被激发出来。说到这儿，他突然盯着罗茜亚不放，既然塞尼尔是个奇迹，那作为亲姐姐的你，身上会不会也发生了同样的奇迹？凯扬直接摊牌了，既然来都来了，干脆测测你的魔力怎么样？罗茜亚赶紧摆手拒绝，她心里比谁都清楚，自己根本没那本事。要是真有魔法，当初在工会死里逃生的时候，早就该觉醒了。看他这么抗拒，凯扬的语气一下子变了。他说不强求，但刚才帮了这么大一个忙，要是就这么白费了，是不是有点太可惜了？罗茜亚这下全明白了，这凯扬哪是发善心救人啊？他从一开始盯上的就是他身上的魔力。罗茜亚这下真急了，直接对了回去，说你这人也太强人所难了，就算当时你没出手，我自己也能想办法脱身。凯扬听了这话一点没生气，反而笑眯眯的反问，是吗？要不是我把你带出来，你现在恐怕还在审讯室待着呢，哪有机会在这儿见塞尼尔？这话直接戳到了罗茜亚的痛处，虽然心里气得不行，但不得不承认，这凯扬说的是大实话。凯扬看他没话说了，立马顺杆爬，既然你不反对，那我就当你答应层魔力了。罗茜亚还没来得及拒绝，这凯扬居然头也不回的走了，把他一个人晾在原地，这人也太自我中心了吧？罗茜亚简直要抓狂，哪有这种强买强卖的？不过转念一想，反正自己身上也没魔力，测就测吧。正好趁这个机会，好好打探一下这个实验室，看看这凯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。眼前这块黑漆漆的石头，居然是极其罕见的黑魔力石，这种成色的宝贝，也就帝国实验室能拿得出手。可盯着盯着，罗茜亚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，就像着了魔一样，那股冲动根本压不住。她心想，就轻轻点一下，应该出不了什么大事吧。结果这一指头下去，麻烦大了。原本死气沉沉的石头，唰的一下爆发出刺眼的金光，这股力量来得太猛，瞬间把整个人都吞没了。罗茜亚忍不住叫出声，这下想收手都来不及了，这光亮的简直要把人眼睛晃瞎。罗茜亚还没搞清楚状况，刚才那股动静竟然一下子全消失了。还没等他松口气，外面突然传来一声炸雷般的巨响，这下谁都坐不住了。罗茜亚心里咯噔一下，难道是嫡媳？他下意识往腰间一摸，坏了，今天出门根本没带武器，这要是真打起来，连个还手的机会都没有。凯扬推门冲了进来，问罗茜亚有没有受伤。罗茜亚赶紧问他外面到底怎么了。结果凯扬一脸尴尬的解释说，真是不好意思，刚才就是实验室出了点小事故，虚惊一场。罗茜亚嘴上说着原来是事故啊，心里却直犯嘀咕，比起这种突发意外，他显然更习惯应付真刀真枪的偷袭。结果这凯扬接下来的话简直让罗茜亚
想当场放炮仗庆祝。他说测魔力的仪器坏了，今天的测试只能到此为止。这下可真是歪打正着，罗茜亚心里乐开了花，看来连老天爷都在帮他，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现世报吧。凯阳接着透了个底，说塞尼尔现在就在别馆，要是让那位知道自己在这儿纠缠，恐怕这事儿没法轻易收场。既然对方主动放人，罗茜亚自然不会客气。正好塞尼尔最近训练忙得见不着人，干脆趁现在过去见一面，问清楚了别馆的方向。罗茜亚一刻也不想多待，顺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，就能见到想见的人了。天都黑透了，罗茜亚一边走一边琢磨，得赶紧见完塞尼尔就回去。结果还没走2步，前面突然传来一阵刺耳的骂声，让人滚远点，说是1秒钟都不想看见对方。罗茜亚赶紧停下脚步，这声音听着可不太对劲。维德勒一脸淡定的回怼，说自己也想消失，可惜现在仗打完了，他根本没地方可去。这话显然把对方气得够呛，那个女人骂他是卑贱的垃圾，还说这皇宫里根本就没有他的容身之地。罗茜亚这下看清楚了，对面站着的竟然是当今皇后克里奥尼，旁边还带着年幼的3皇子。这位皇后可不是好惹的主，背后有5大家族撑腰，连当今皇帝都是靠着她的势力才坐稳位子的。大半夜的，皇后居然在跟维德勒吵架，这要是被撞见了，恐怕谁都别想全身而退。这位皇后可不是一般的狠角色，为了让亲儿子上位，她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当年甚至亲手把前任皇后，也就是2皇子的生母送上了断头台，杀人还要诛心，她甚至就在旁边看着行刑。罗茜亚躲在花丛后面，这大半夜的，谁能想到这儿还有人啊？这要是被抓个现行，麻烦可就大了，只能先猫着，等这波风头过去再说。维德勒倒是一点不虚，反问他：皇子不回自己的寝宫，还能去哪儿？皇后指着他的鼻子骂，说就凭你这种卑贱的出身，也配叫皇子？那个皇位，你这辈子想都别想，那是留给我儿子的，是留给克里奥尼家族的，别像你那个死鬼老妈一样，死皮赖脸的赖在宫里不走。面对这种羞辱，维德勒只是冷冷的回了一句：皇后陛下，这世上的事，谁又能说得准呢？维德勒这话一出，简直是在皇后的雷区上蹦迪。他说：谁知道呢？没准哪天求着我饶你儿子一命的人就是你呢！皇后这下彻底被激怒了，她连话都不想多说，直骂维德勒是个没教养的杂种，多听一句都觉得脏耳朵。临走前，她死死盯着维德勒，让他记清楚今天这一刻，既然现在不肯滚出皇宫，以后可千万别后悔。说完，他拉起小皇子头也不回的走了。罗茜亚这回是真尴尬了，本来只想找机会溜走，结果一不小心把刚才那场大戏全给看完了。这地方可不能久留，他刚想猫着腰撤退，结果还没走2步，维德勒的声音就传了过来：谁在那儿？他说早就发现有人躲着了，要是再不主动现身，那可就别怪他不客气了。罗茜亚这下明白了，人家那是故意没点破，一直在这儿等着他呢。既然躲不掉，那就只能硬着头皮站出来了。他小声打了个招呼，说殿下是我。维德勒倒是记性不错，一眼就认出她是塞尼尔的姐姐。罗茜亚主动亮明了身份，殿下确实是我。维德勒一眼就认出了她，问她是不是塞尼尔的姐姐。这大半夜的，怎么会出现在皇宫里？罗茜亚赶紧把来龙去脉说清楚，本来是想用塞尼尔给的胸针，结果被当成小偷抓了过来，好在误会刚解开，正打算去别宫找塞尼尔。既然大家都认识，维德勒主动提出要亲自带路。维德勒觉得这事儿简直荒唐，堂堂帝国骑士的家属居然会被当成小偷抓起来。罗茜亚现在心里直打鼓，早知道就不说的这么直白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没带证明就敢亮出胸针，确实容易惹麻烦。维德勒没再多废话，直接让他跟上，这就带他去见塞尼尔。罗茜亚本来还担心他会生气，没想到这人居然这么干脆。维德勒一边走一边随口提起，听说你们姐弟俩分开了10年，1年才见一次面。罗茜亚老老实实承认了。维德勒感叹了一句，难怪塞尼尔对他姐姐评价这么高。可还没等罗茜亚松口气，他话锋突然一转，如果你是想利用塞尼尔的权势，那还是趁早死心吧。维德勒直接摊牌了，他说塞尼尔是他的人，这话听着霸道，其实是在宣示主权。罗茜亚这下全明白了，闹了半天，这位皇子一直防着自己，其实是为了护着塞尼尔。能遇到这么个护短的上司，对塞尼尔来说确实是件大好事，毕竟在战场上那是真能把后背交给对方的人。可明白归明白，罗茜亚还是得把话挑明，塞尼尔首先是他的亲弟弟，然后才是皇子的人，既然是一家人，那就没必要再这么藏着掖着了。罗茜亚直接提了要求，别再把他弟弟关起来了。这话说得够硬气，就看维德勒打算怎么收场了。罗茜亚赶紧解释，说自己只是趁着有空来看看弟弟，很快就会离开。可维德勒这会儿心思根本没在听他说话，他盯着那双蓝眼睛，总觉得这谷子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儿实在是太眼熟了。这种感觉就像是遇到了某个绝对不能忘记的人，可记忆里那个拿剑的身影怎么也没法和眼前的女人重叠。维德勒越想越觉得奇怪，他干脆直接摊牌了，盯着罗茜亚问，我们以前真的没见过面吗？这突如其来的质问让气氛一下子变得微妙起来。面对维德勒的步步紧逼，罗茜亚只能硬着头皮回答，上次您就问过同样的问题了，但我确实没见过您。维德勒听完没再纠缠，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，我知道了。这尴尬的沉默并没持续太久，穿过长长的走廊，罗茜亚总算见到了那个让她牵肠挂肚的人。塞尼尔一看到姐姐，整个人都愣住了，他显然没料到罗茜亚会出现在皇宫里，他急忙追问，姐姐你怎么会在这儿？
而且还是在这个时间点。还没等罗茜亚开口，旁边的维德勒岛先说话了，他提醒塞尼尔，还是先让你姐姐喘口气吧。塞尼尔赶紧招呼姐姐坐下，又是倒茶又是嘘寒问暖，生怕罗茜亚这一路累着。罗茜亚把这一路的折腾大概跟弟弟交代了一下。塞尼尔听完却抓住了重点，他问：是维德勒皇子亲自带你过来的？确实，维德勒把人送到门口，连屋都没进就直接走了，估计是忙着去处理别的事了。可塞尼尔还是觉得不对劲，他追着问：姐姐你到底是怎么遇见皇子的？罗茜亚这下翻了，难，总不能说是在温室里撞见的吧？那场面实在太尴尬了，他只能随便编了个瞎话，说自己迷路了，皇子认出他是塞尼尔的姐姐，这才顺手帮了一把。这话一出口，塞尼尔和奥维斯都愣住了。在他们印象里，维德勒可是出了名的冷血，这种乐于助人的事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。罗茜亚把胸针还了回来，塞尼尔心里实在过意不去，说自己本来只是想送个礼物，结果却差点害姐姐出事。罗茜亚心里清楚，这弟弟凡事都先想着他，他赶紧安慰塞尼尔，说自己完全能理解他的这份心意。可塞尼尔还是咽不下这口气，非要问清楚那个无礼的家伙是谁。罗茜亚倒是一脸轻松，说要不是因为那场意外，他还没机会进宫见弟弟呢。塞尼尔的表情一下子严肃了，这皇宫里到处都是坑，他非要罗茜亚把见过的人一个不落地全交代出来。罗茜亚简单说了数，提到了守卫和维德勒皇子，但他心里却打起了小算盘，关于皇后和三皇子的那些破事，还是先瞒着弟弟比较稳妥，毕竟有些麻烦，他想一个人扛下来。塞尼尔突然想到了什么，赶紧追问：那你见到大皇子了吗？罗茜亚摇了摇头，说自己压根没碰见。这下塞尼尔才稍微放心了点。奥维斯赶紧补充说，那位大皇子可是出了名的花花公子，要是让他盯上，那以后就别想有清静日子过了。塞尼尔也跟着叮嘱，以后要是看见个金发男人，长得还挺臭屁的，千万别犹豫转头就跑。罗茜亚嘴上答应的好好的，其实心里压根没当回事，真要动起手来，把他放倒可比逃跑容易多了。看着满屋子忙碌的人，罗茜亚也没闲着，主动提出帮大家整理文件。可这一上手，他就发现不对劲了，在一堆乱七八糟的纸里，他翻出了一张组织架构图，上面的名字让他停下了动作。渡鸦。塞尼尔这反应也太快了，一把就把那张纸给按住了。他赶紧道歉，说这是机密文件，不能随便乱看。罗茜亚面上也跟着道歉，说自己确实该注意点，可他心里早就翻江倒海了。刚才那张纸上明明白白写着渡鸦的组织架构，这下麻烦大了。难道他们已经在调查工会了？到底查到了多少？要是再这么查下去，自己的身份迟早的露馅。塞尼尔解释说，是渡鸦工会偷了他们的东西，所以现在正到处抓人呢。罗茜亚只能装作刚知道的样子，硬胡了一声。他告诉自己得稳住，如果塞尼尔真的发现了真相，现在绝对不会是这个态度。罗茜亚反应也快，随口编了个理由，说自己养了只叫贝壳的鸟，所以才对这名字有点好奇。塞尼尔也没起疑心，顺折话茬解释，这渡鸦说白了就是乌鸦，虽然东西还没找回来，但塞尼尔已经盯上对方了。听说那工会的首领刚死，现在里头正乱着呢。他甚至动了歪心思，想趁这个机会直接把整个渡鸦给吞了。这话还没说完，就被奥维斯一把捂住了嘴。奥维斯这下是真急了，这种掉脑袋的机密怎么能随便往外吐露？哪怕是亲姐姐也得有个分寸啊！塞尼尔这才反应过来，赶紧让罗茜亚发誓，绝对不能把这事说出去。罗茜亚笑得一脸温柔，满口答应会，守口如瓶。可怜奥维斯在旁边，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了。罗茜亚看这地方不能久留，随便找了个借口就想撤，说自己在这儿碍手碍脚，还是先走为妙。这一出门，情况就变得紧迫了。吞并渡鸦可不是小事，这情报要是送不回去，工会那边非要出大事不可。结果还没走两步，就被人从后面拦了下来。这下想走也走不掉了，拦住他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塞尼尔。罗茜亚试探着叫了一声塞尼尔，他还没搞清楚状况，怎么突然就被拦住了？塞尼尔倒是想得周全，说现在天色太晚，皇宫大门早就锁死了。他劝罗茜亚干脆住下，反正客房多的是。再说既然是殿下亲自带他来的，那留宿肯定也是默认允许的。罗茜亚想了想，确实没别的办法，只能点头答应留下来。罗茜亚这会儿总算能喘口气了。刚才塞尼尔那一拽，他还以为自己要去渡鸦工会的事儿露馅了。要是真出了事，塞尼尔肯定也要被牵连。最让他难受的是，刚才第一反应竟然是去汇报工作，真是太讽刺了。当初进工会明明是为了护着塞尼尔，可现在比起当姐姐，她更像是个合格的成员。眼看工会那边火烧眉毛，她哪还能坐得住？虽然一直想着赶紧离开工会，但真到了这一刻，罗茜亚心里最放不下的还是索菲亚和雷利。毕竟在渡鸦工会里，他们是位数不多真心待她的人。要是这些朋友出了意外，她这辈子都没法安心。现在工会因为皇后的死乱成一团，维德勒竟然想趁这个机会把整个工会强行并入二皇子的骑士团，这胃口可真够大的。不过仔细想想，维德勒跟皇室的关系一直很僵，这种吞并计划恐怕根本不是皇室的意思。既然不是上面的旨意，那维德勒费这么大劲，到底是在给谁铺路？维德勒敢直接跟皇后叫板，这事儿本身就不简单，说明并入工会的决定完全是他一个人的主意。再加上那张大道的地图，这盘棋下得可真够大的。可如果只是为了地图，他没必要冒这么大的风险。维德勒费尽心思接管渡鸦，背后肯定还有更大的坑。越想越觉得这事儿不对劲，罗茜亚感觉脑子都要炸了。
既然塞尼尔说前花园那边可以随便逛，那干脆出去走走，顺便把这些乱七八糟的线索理清楚。这扇门一推开，外面的风一吹，他总算能冷静下来，好好想想了。晚上的凉风一吹，罗茜亚总算冷静了点。刚才那些乱七八糟的线索压得他快喘不过气了。就在他想理清头绪的时候，旁边的草丛里突然传出一阵奇怪的动静。罗茜亚还以为是哪跑出来的兔子，结果定睛一看，这草堆里竟然藏着个孩子。这下罗茜亚彻底愣住了，这不是三皇子吗？大半夜的，他怎么会一个人躲在这儿？看着孩子鬼鬼祟祟的样子，罗茜亚赶紧凑过去问：“殿下，您是不是迷路了？”话还没说完，三皇子吓得赶紧示意他闭嘴。看这架势，这小家伙绝对是在躲什么人。小家伙急得直跳脚，小声嚷嚷着让他小点声，说自己正忙着集中注意力呢。三皇子一脸傲娇，说像他这种身份的人，怎么可能在自家皇宫里迷路？罗茜亚这就纳闷了，既然没迷路，大半夜蹲草丛里干嘛呢？罗茜亚满脑子问号，在这儿能集中什么注意力？结果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，罗茜亚整个人都愣住了。不远处站着的竟然是维德勒，而且他手里还拎着把剑。这深更半夜的，他拿着武器出现在这儿，到底想干什么？大半夜的，维德勒竟然在这儿练剑，看他这架势，每一招都干净利落，这哪是在练习，简直就是在搏命。罗茜亚在旁边看得直皱眉，就算隔着这么远，都能感觉到那股压迫感。这身手绝对不是一般的贵族子弟能练出来的。之前交手的时候，罗茜亚就觉得这人不简单，现在仔细一看，他的实力恐怕比工会里的老手还要强，甚至可能已经到了没人能挡住的地步。维德勒收起剑，长舒了一口气，可他越是表现得这么冷静，罗茜亚心里就越没底，这个男人到底还藏着多少没露出来的底牌？维德勒练完剑总算走了，躲在草丛里的三皇子这下可算能喘口气了。小家伙一脸自豪地问：“怎么样，我皇兄是不是超级帅？”罗茜亚虽然点头承认，但心里还是纳闷，既然这么崇拜哥哥，干嘛非要躲在这里偷看？三皇子支支吾吾地说：“要是被母后发现，皇兄肯定会受罚的，所以只能偷偷摸摸地看。”罗茜亚听完心里全明白了，这么小的年纪就已经卷进皇位继承的争斗了吗？看他这么护着哥哥，倒不像是皇后派来监视的。不过看他这一身泥巴，想不被发现都难。罗茜亚看着这副模样，突然想起了塞尼尔，那家伙小时候也是整天弄得脏兮兮的，简直一模一样。看着他这副样子，就像看到了小时候的塞尼尔，满身泥巴的显白腻污。罗茜亚轻声感叹：“殿下真的很喜欢哥哥呢。”小家伙这下可来劲了，说以后也要成为像皇兄那样的人。罗茜亚笑着接了一句：“你一定能变得和维德勒一样出色。”这话一出口，三皇子整个人都愣住了。他小声嘟囔着，从来没有人对他说过这样的话。看来在那个冰冷的深宫里，这种最简单的肯定反而是他最缺的东西。小皇子这会儿才反应过来，盯着罗茜亚问：“你是哪家的女仆？”罗茜亚也没隐瞒，直说自己只是个平民出身的客人。这话可把小家伙吓得够呛，一个平民怎么可能进得了皇宫？还没等他问个明白，远处就传来了找人的动静。这下小皇子彻底慌了，赶紧叮嘱罗茜亚，今晚的事绝对要保密。说完，他一溜烟就跑没影了。看着那小小的背影，罗茜亚忍不住感叹，这孩子跑得还真够快的。要不是因为他太像塞尼尔，自己刚才也不会这么多管闲事。可还没等他把思绪收回来，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冷冰冰的声音：“又是你！”罗茜亚心里咯噔一下，回头一看，竟然是维德勒。维德勒语气里全是质问：“大半夜的不睡觉，跑出来干什么？”罗茜亚这下彻底懵了，刚才光顾着跟小皇子聊天，竟然连维德勒靠近都没发现，这下该怎么解释才不会引起他的怀疑？罗茜亚赶紧找了个借口，说自己是睡不着出来散步。维德勒可没那么好糊弄，盯着他那身行头反问：“散步能散成这副德行？”罗茜亚低头一看，裙摆上全是刚才蹭的泥点子，他心一横，干脆实话实说：“刚才在这儿碰巧遇上了三皇子，反正那小家伙那么崇拜他哥，说出来应该没啥大碍。”维德勒冷哼一声，显然不信。他说：“这巧合未免也太多了，最近怎么哪儿都有你？”罗茜亚为了缓解尴尬，随口接了一句：“那说不定不是巧合，是命运呢。”结果维德勒根本不接这茬，直接对了回去，说他讲笑话的水平实在太烂。罗茜亚背对的开始怀疑人生，心想以前工会的人夸他有趣，该不会全是同情票吧？他赶紧换个话题，问维德勒知不知道刚才三皇子一直在旁边偷看他训练。没想到维德勒早就发现了，他说要是不露个面，那孩子怕是要在那儿等上一辈子。罗茜亚原本以为维德勒跟皇后闹得那么僵，肯定连带着也不待见这个弟弟，结果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看着维德勒那副样子，罗茜亚心里总算明白了，这兄弟俩根本就是双向奔赴。维德勒还在那儿嘴硬，说弟弟整天跟屁虫一样跟着他，其实烦都烦死了。罗茜亚看破不说破，这家伙明明就很受用，偏偏没他弟弟一半坦率。看着维德勒这副口是心非的样子，罗茜亚一个没忍住，直接笑场了。这下轮到维德勒没反应过来，他一直觉得这女人挺死板的，没想到她还有这么生动的一面。为了掩饰尴尬，他赶紧催罗茜亚回屋，说这大半夜的，万一撞见什么不三不四的人就糟了。这话一出口，罗茜亚整个人都愣住了，这台词怎么跟塞尼尔说的一字不差？维德勒还问他是不是哪不舒服，罗茜亚赶紧打个哈哈，跟着他回了房间。皇宫里的日子总算消停了几天。这天，罗茜亚独自来到首都街头，打算趁着没人盯着，赶紧去情报局把正事办了。这么久没联系，工会那边估计都等急了。罗茜亚
这次带回来的情报可是能翻天的重磅炸弹。穿过这几条小巷，总算找到了接头的地方。在外人眼里，这不过就是个普通的占卜摊子，谁能想到这儿藏着情报局的大门？罗茜亚掀开帘子，问了一句：“这儿还做生意吗？”威廉笑着问：“是来算命的吗？咱这收费可不便宜。”罗茜亚直接亮明来意：“算命就算了，我是来看彩虹的。”这话一出口，气氛立马就不一样了。看来是找对人了。威廉站了起来：“既然是为这个来的，那规矩你应该懂吧？”罗茜亚淡定地回了一句：“鹦鹉。”这暗号一对上，接下来的戏可就有意思了。世界最强这个名号听起来确实唬人。威廉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，这下总算能摊牌了。威廉这回正经了不少，他说自己是情报局的分局长，还客客气气地叫了声王子。看来罗茜亚的身份在他这儿根本不是秘密。罗茜亚也没废话，直接让他去查二皇子，还有那个黑鹰骑士团。结果威廉笑了，说这些情报早就攒了一大堆。罗茜亚紧接着抛出一个重磅消息：既然你们这么厉害，那知不知道二皇子正打算把渡鸦给吞了？威廉听完直接愣住了，这消息对他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。他追问这事儿靠谱吗？罗茜亚非常肯定，这可是他亲眼见的。罗茜亚回想起那天找地图的时候，二皇子竟然亲自露面了。按理说这种活派个手下就行，他非要自己上阵，这本身就不对劲。果然不出所料，二皇子那帮人早就知道女王出事了，他们就是想趁着渡鸦乱成一锅粥，直接把这块肥肉给吞了。威廉这下尴尬了，身为情报头子，这么大的事儿竟然漏掉了，他赶紧表态说一定会查个底朝天。罗茜亚也没多留，临走前特意交代，得赶紧给莱利报个信。二皇子现在不光盯着地盘，连工会都想一锅端了。交代完这些，罗茜亚转身就走。离开威廉那里后，罗茜亚直接去了帝国中央银行。这地方可不是谁都能进的。柜员核对了一下名字，罗斯、马林、艾莎，这可是女王的真名。柜员问：印章和金库钥匙带了吗？罗茜亚把钥匙递了过去。没错，就是这个。本来以为还完债就没钱了，没想到女王还留了一手。这确实让人意外。威廉之前特意交代过，拿着这把钥匙去银行肯定有惊喜。柜员看了一眼钥匙，说要进去核实一下，让罗茜亚先等会儿。罗茜亚坐在那儿直犯嘀咕，这些年攒下的手续费，扣掉债务应该还剩不少，总不能是女王偷偷攒下的，给她的养育费吧？这要是真的，那这笔遗产可就有点烫手了。罗茜亚正坐在银行里盘算，要是钱不够，还得找莱利他们把钱要回来。就在这时，柜员一路小跑着回来了，一边道歉一边递上文件。柜员一脸不可思议地说：“您账户里的金额实在太惊人了，一次性根本取不出来，只能先给您看存款记录的汇总。”罗茜亚整个人都听傻了，什么叫多到取不出来？等他看清账单上的数字，差点没站稳，余额竟然整整有30亿。这笔巨款，别说还清父母欠下的债了，剩下的钱够他花几辈子都花不完。更离谱的是，账单上干干净净，竟然一笔取款记录都没有。罗茜亚这下彻底懵了，既然钱一直都在，那之前的债务为什么没被扣掉？除了那串天文数字，文件里竟然还夹着别的东西。罗茜亚随手一翻，这下彻底坐不住了，这竟然是一份土地权状，而且上面的地址不就是自家那间店吗？看着这份文件，以前那些开心的日子一下子全涌上来了。罗茜亚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既然手里有这么多钱，阿姨当初为什么不把债还了？而且还费尽心思把这块的留在了他的名下，这背后肯定藏着什么秘密，光坐在这儿猜是没用的。罗茜亚收好文件，决定亲自去那个地方看个究竟。马车一路颠簸，终于停在了这片荒郊野外。车夫心里直犯嘀咕，这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真的没送错人吗？罗茜亚道是很淡定，确定就是这儿。车夫一听更紧张了，赶紧提醒他，这山里以前可是闹过怪物的。罗茜亚这下真懵了，怪物？他在这儿住了这么多年，怎么从来没听说过这回事？不过仔细一想，这事儿好像对上了，难怪当年家里的店生意那么冷清，原来是因为这种传闻把客人都给吓跑了。既然都到了家门口，肯定没有往回退的道理，反正父母的墓就在附近，应该出不了什么大事。罗茜亚告别了车夫，独自一人往林子深处走去。10年过去了，这里的景色倒是一点没变，但这平静的林子里，真的只是因为一个传闻就荒废成这样吗？走着走着，罗茜亚突然停下了脚步，树枝上系着一条白布，这东西看着可太眼熟了，这不就是当年父亲亲手系的那个绳结吗？记忆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，那时候父亲总是叮嘱他，罗茜亚，从这里开始就是咱们的地盘了，记住，千万不能一个人跨过这道界限。小罗茜亚当时答应的挺痛快，可现在看来，父亲当年的语气明显不只是在划地盘那么简单。罗茜亚简直不敢相信，这东西居然能留到现在。既然绳结还在，那离家也就不远了。穿过这片密林，那间满载回忆的小店终于出现在了眼前。这地方就像被时间遗忘了一样，竟然和10年前一模一样。罗茜亚心里直犯嘀咕，外面没变，那里面呢？就在他准备推门进去的时候，动作却突然僵住了，因为他突然想起一件事，比进屋更重要。进屋之前，还是得先去看看爸妈，毕竟这么多年没回来了。这块木头墓碑居然和10年前走的时候一模一样，连个豁口都没有。当初家里出事太突然，根本没钱买像样的石碑，只能从家里找了块劈好的柴火，和塞尼尔一起刻上名字，凑合一下。可这事儿越想越不对劲，这种普通木头在野外待了10年，怎么可能一点都没烂？知道这地方的，除了我就只有阿姨了。难道是她一直在偷偷打理？但这根本说不通，也许只是路过的登山客，顺手帮了一把吧。罗茜亚在墓前坐了下来，父亲母亲
我回来了。这一趟我真的迟到了太久，其实早就想回来看你们了，想把这周围好好收拾一下，再给你们换个像样的石碑。可这些话一拖就是10年，说到底还是因为不敢面对，只要不回来，就能假装你们还在，假装塞尼尔和我也还是小时候的样子。可那些日子终究是再也回不去了，躲了这么久，今天总算站到了这里，这回是真的不躲了。对不起，让你们等了这么多年，我一直记着你们的话，当姐姐的一定要护好塞尼尔。为了让他彻底安全，我只能把他送得远远的，自己一个人去处理那些掉脑袋的差事。好在最后没出差错，现在的塞尼尔已经是个顶天立地的骑士了，他在女孩子堆里可受欢迎了。要是你们能亲眼看看，那该有多好！父亲母亲，我真的好想你们。本来想笑着跟你们叙旧，结果还是没忍住，这眼泪唰的一下就出来了。这么久没见，你们应该不会怪我太爱哭吧？罗茜亚最后跟父母亲道了个别，这地方待不久，该查的事情还得查。回城之前，他特意去老店转了一圈，本以为阿姨会留下什么马脚，结果却干净的让人意外。这一路走得并不踏实，以前觉得理所当然的事，现在越琢磨越不对劲。谁家好人会把店开在大山深处？更离谱的是，就这么个普通的小破店，当年是怎么欠下一巨款的？还有那间一直有人打理的店，难道真是阿姨在背后操盘？可联想到最近女王病重的事，这背后恐怕还藏着一个专门针对她的局。虽然现在还没拿到实锤，但这些事绝对没那么简单。罗茜亚坐在马车里，脑子里全是这些乱成麻的线索。不过现在醒悟还不算晚，既然对方已经出招了，那就一个一个查清楚，看看到底是谁在背后捣鬼。镜头一转，咱们来看看皇宫这边，实验室里的凯阳正为了修设备发愁呢。本来想研究那块黑魔石，结果进度一点没动，之前的爆炸把活儿全耽误了，现在只能没完没了的修机器。可就在凯阳一转头的功夫，出大事了！原本那块黑漆漆的石头，怎么突然变红了？这颜色变了还不算完，里面的魔力竟然纯净到了可以直接做成魔法道具的程度。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块石头发生了这种异变？这实验室的门禁可严着呢，一般人根本没机会溜进来。自从上次那场大爆炸之后，这里的实验就彻底停摆了。要是真有人动过那块石头，肯定是在爆炸发生之前拿到了许可进屋的人。这不想还好，一想整个人都懵了。难道说是塞尼尔的那个姐姐？这下实锤了，罗茜亚身上果然藏着魔力，而且跟塞尼尔的一模一样。这可是个惊天大发现，这人连觉都不睡了，火急火燎的冲去找塞尼尔。塞尼尔正纳闷呢，这大半夜的到底出什么事了？结果对方开口第一句话竟然是要见罗茜亚，这下气氛直接降到了冰点。塞尼尔想都没想就给拒了，有什么话跟他这个当弟弟的说就行，想见罗茜亚那是绝对不可能。凯阳这回是真急了，非要当面跟罗茜亚把话说清楚。塞尼尔哪能轻易答应，问他到底想谈什么。结果凯阳二话不说，直接把那块变红的魔石对到了塞尼尔面前。这石头已经被彻底净化了，凯阳敢打包票，绝对是罗茜亚动的手脚。要知道这玩意儿只有5级以上的魔法师才能激活，可罗茜亚前脚刚走，石头后脚就变了色。这话一出口，塞尼尔直接愣在了当场。凯阳这意思很明白，罗茜亚可能跟他一样，也是个深藏不露的异能者。塞尼尔心里也清楚，既然自己身上有这种力量，那罗茜亚会有也不奇怪。可这事儿要是传出去，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，罗茜亚绝对会被卷进大麻烦里。想到这儿，塞尼尔立刻冷静了下来，直接问到了最关键的一点：你亲眼看见他净化魔石了吗？结果凯阳当场就哑火了，支支吾吾说只是根据情况推断，并没看到现场。那这事儿就简单了，塞尼尔直接一句话顶了回去，说这全是对方的幻想，从小一块儿长大，罗茜亚要是真有这本事，他这个当弟弟的能不知道？这石头你还是拿回去吧，别在这儿白日做梦了。塞尼尔这回是铁了心，直接把人往门外撵，说这石头肯定是别人碰过，让他赶紧走人，别在这儿耽误事。凯阳还在那儿不死心呢，扯着嗓子喊这是百年难遇的天才，非要塞尼尔给个机会确认一下。结果砰的一声，直接被关在了门外。这下吃了个闭门羹。凯阳也看出来了，指望塞尼尔点头，那是下辈子都不可能的事。既然明着来不行，那就只能换个法子了。他盯着手里那块发光的魔石，心里已经有了主意。看来这汤浑水，他非要自己去趟不可。塞尼尔不让见，那他就偷偷去找罗茜亚。这几天，罗茜亚一直待在维德勒的别墅里，反复琢磨一个决定，到底是继续留在毒鸦公会，还是干脆一走了之。毕竟当初答应奎因的事已经办完了，现在他手里已经没有理由再继续为这个公会卖命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不想再对塞尼尔撒谎了。看着塞尼尔那副样子，他只想做一个坦荡的姐姐。纠结了这么久，这回他是真的下定决心了，彻底跟毒鸦公会断个干净。既然决定要跟公会断个干净，那就要先联系上那边的人。罗茜亚吹响了口哨，没一会儿，一只黑色的渡鸦就飞到了他手上。欢迎回来，希尔，早饭吃的还开心吗？罗茜亚一边说着，一边熟练的把信件系在了渡鸦的腿上。希尔，这次你必须去找雷利，就是那个个子高高的、棕色头发的男生。交代完任务，罗茜亚轻轻一抬手，看着渡鸦飞向远方。这一封信送出去，他和公会的恩怨也该有个了断了。本以为信送出去就完事了，结果希尔还没飞多远，就在林子里停了下来。罗茜亚正纳闷呢，这小家伙怎么回事？话还没说完，他就察觉到树后藏着人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一道寒光直接冲着脸就来了。这要是躲不开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罗茜亚反手接住暗器，本以为是仇家找上门，可这股气息怎么感觉这么熟悉？
罗茜亚看着手里的暗器，这下连信都不用送了。罗茜亚喊了一声雷利，果然雷利从树后慢悠悠地走了出来。雷利笑着说：“我就知道你一下子就能认出我。”罗茜亚从窗台一跃而下，这大白天的，你突然搞这一出干什么？而且你这身打扮又是怎么回事？雷利倒是挺得意，好久不见了，我特意穿的帅气点，你觉得怎么样？罗茜亚随口夸了一句还行。雷利居然高兴得像个孩子，这反应弄得罗茜亚都无语了。既然觉得一般，那干嘛还要问呢？雷利盯着罗茜亚看了半天，突然就开始煽情了。他说这段时间一直很想她，尤其是现在没戴面具的样子，在大白天看着确实比平时还要漂亮。可罗茜亚根本不吃这一套，他直接打断了雷利的甜言蜜语。这地方这么偏，平时联系也挺方便，他非要亲自跑一趟，肯定不是为了叙旧这么简单。雷利看瞒不过去，终于说出了实情。原来他一直在调查黑鹰骑士团，而且还真让他查到了不得了的信息。这事儿关系重大，他觉得必须得当面说清楚。雷利分析说，虽然黑鹰骑士团背后是皇子，但渡鸦毕竟根基深厚，就算现在群龙无首，也不是谁都能随便啃下来的。所以他一直想不通，这帮人哪来的底气想吞并咱们？直到他查到了那个驻守工会，罗茜亚也想起来了，这工会平时就爱结胡大单子，之前还为了大道的屠戮过面，怎么最近反而没动静了？雷利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，结合之前的情报来看，这个所谓的驻守工会很可能就是黑鹰骑士团的幌子。虽然现在还没拿到死证，但这种种巧合凑在一起，真相基本上已经摆在面前了。罗茜亚越听越觉得不对劲，如果对方想吞并渡鸦，难道是打算搞什么工会合并？可雷利接下来的话让气氛一下子降到了冰点。一个连储君都不是的二皇子，在暗地里疯狂扩充势力，这事儿怎么看都不正常。雷利压低了声音，他可能是在谋划造反。造反这两个字像雷一样，在罗茜亚脑子里炸开了。这可不是雷利在瞎猜，因为那张大道地图里藏着数不清的魔力石。普通工会抢地图是为了卖钱，但魔力石还有个更可怕的用途，那就是制造强力武器的原材料。如果二皇子真的想发动战争，去争夺那个至高无上的位子，那这些魔力石就是他必不可少的军火，所以他才会对那张地图志在必得。这背后藏着的恐怕是一场足以翻天覆地的阴谋。大家想想看，维德勒和皇后现在的关系，那简直就是一点就着的火药桶，这仗随时随地都能打起来。最麻烦的是，只要一开战，塞尼尔肯定的冲在最前面。虽然他确实很能打，但皇后的手段谁不知道？这一去，怕是凶多吉少。这种结果，罗茜亚绝对接受不了。她不能眼睁睁看着塞尼尔去送死。既然局势已经乱成这样了，那她也没什么好犹豫的，哪怕豁出一切，她也得把塞尼尔给护住了。罗茜亚问雷利：“京城的地图还在吗？”雷利点点头，说：“东西藏得很稳当。”罗茜亚叮嘱他，这东西绝对不能给威廉，不然这仗非打起来不可。现在叛乱还没个准信，只能先盯着看。雷利也明白这事儿有多大。罗茜亚话锋一转，问他工会那边打算怎么办。谁能想到雷利憋了半天，竟然说自己想退休了。这下罗茜亚急了，工会现在正是缺人的时候，像雷利这种高手，哪能说走就走？雷利也有自己的苦衷，既然仗都要打起来了，比起出任务，他更想守着自己的亲兄弟，而且托威廉的福。他查了一下自己的家底。罗茜亚接过东西一看，整个人都愣住了，这上面的内容简直离了大谱。原来罗茜亚早就有打算了，奎因给他留了一间老店，那是他小时候跟父母一起生活的地方，他想守着那份回忆，顺便也想让自己歇一歇。雷利听完这话，心里也挺不是滋味，他知道罗茜亚这些年有多想家，这种理由谁也没法开口拦他。可雷利还是想再劝劝，毕竟现在世道这么乱，罗茜亚要是想护住塞尼尔，手里没点情报可不行。他希望罗茜亚能再考虑一下，去接管那个渡鸦分部。结果罗茜亚想都没想，直接给拒绝了。他说自己根本没那个资格。雷利听得一头雾水，没资格到底是什么意思？罗茜亚这才说出当年的真相。原来他离开的时候，奎因亲口给过他最后通牒，如果不打算接管工会，那就永远别再回来。既然当初选择了离开，他觉得自己就再也没脸跟这帮老伙计待在一起了。可现在的局势哪还顾得上这些？奎因已经不在了，那些死板的规矩也该随着旧时代一起埋进土里。塞尼尔看着他，语气特别认真。他说死人的话固然重要，但没必要把自己一辈子都锁死。现在最关键的是你心里到底怎么想的？你真的舍得丢下工会那些人吗？罗茜亚一下子被问住了。是啊，比起那些陈年旧账，自己现在的真实想法才是破局的关键。罗茜亚心里很清楚，在开战之前，渡鸦工会的情报网就是救命稻草。毕竟现在连维德勒到底是不是幕后黑手都还没个准信。要是想保住塞尼尔，不让他被卷进这场是非里，他就必须得重新拿回工会的权限。这已经不是他一个人的私事，虽然当初是他自己选择离开的，但那些一起出生入死的日子，哪是说忘就能忘的？同伴们喊他，想大家了就随时回来。罗茜亚笑着答应，好，谢谢大家。其实在他心里从来没想过要跟这帮人断了联系，因为这群老伙计早就成了他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家人。罗茜亚这回是真的想通了，他看着眼前的老伙计，终于把心里话说了出来。只要大家不嫌弃，他想和大家一直待在一起。这话一出口，雷利整个人都懵了，他压根没想到罗茜亚能这么坦率。反应过来之后，雷利赶紧表态，说这哪能介意啊，欢迎还来不及呢。至于工会分部那些琐事，以后有的是时间慢慢聊，到时候他还会带着索菲亚一起去罗茜亚的小店里登门拜访。
罗茜亚心里总算踏实了，但她还是觉得挺亏欠雷利的，毕竟当初自己一走了之，把工会这么大个烂摊子全丢给雷利一个人扛着。雷利看出了罗茜亚的顾虑，他故意打趣说：“你这可就小看我了，我从小就惦记着那个位置，现在正愁怎么大干一场呢，你可千万别有压力。”罗茜亚被他逗笑了，确实，雷利这股子劲头一直没变过，有他在，渡鸦工会肯定差不了。就在罗茜亚准备道谢的时候，雷利突然认真了起来。其实最该说谢谢的是我，不管是以什么身份，只要你还愿意留在工会，这就足够了。话说到这份上，罗茜亚心里那块石头总算落了地。时间也不早了，雷利挥挥手，约好了下次再见。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罗茜亚最后还是决定继续留在工会里。当初他一心只想逃跑，离这些麻烦越远越好。谁能想到最后竟然是自己主动求和。既然主意已定，接下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得赶紧回去收拾行李。可真等动起手来，罗茜亚才发现自己想简单了，这东西怎么比预想的还多？光是平时穿的衣服，还有那些零零碎碎的生活用品，就装了满满好几大箱子。看着这一屋子的行李，罗茜亚这下翻了，难，这么多东西，光靠他自己哪搬得动啊？他正琢磨着是不是该找塞尼尔来帮个忙，结果还没等他想好，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，问他在干嘛。罗茜亚回头一看，居然是维德勒，他赶紧打招呼，毕竟这位可是二皇子。罗茜亚心里一阵后怕，还好维德勒是等雷利走了之后才来的，要是刚才被他撞见自己和雷利在一起，那可就真解释不清楚了。维德勒显然没打算就这么放过他，又冷冰冰的追问了一遍。罗茜亚只好实话实说，说自己正打算搬走呢。谁能想到，一听到离开这两个字，维德勒的反应竟然这么大。维德勒原本还以为罗茜亚离了这儿就没地方去了，结果人家早就想好了退路。罗茜亚笑着说自己打算去开个店，这下轮到维德勒没反应过来了，开店这跨度确实有点大。罗茜亚还顺势发出了邀请，让他以后常去坐坐，虽然不能白送，但看在认识的份上，肯定会给他多加点分量。维德勒沉默了半晌，最后也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他会考虑的。可罗茜亚脸上的笑容背后，其实藏着不少心思。关于这位二皇子，还有太多弄不明白的事情，得找个机会问清楚了。罗茜亚心里其实一直打着鼓，关于维德勒的真实身份，还有他是不是在暗中策划谋反，这些疑问就像一团乱麻。更让他担心的是塞尼尔，维德勒到底会不会把塞尼尔也卷进这场危险的权力斗争里？这些话他根本没法直接问，一旦开口，他自己的身份也就彻底暴露了，所以他只能靠自己去查个水落石出。罗茜亚深吸一口气，看着眼前的维德勒，语气变得格外郑重：“殿下，请您一定要照顾好塞尼尔。就像我之前说过的，塞尼尔就是我的全部，要是您让他受了半点伤，我绝对不会做事不管。”这已经不是在商量了，更像是一种明晃晃的警告。维德勒听完这话，倒是没生气，反而露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。他轻声回了一句：“我会记住的。”可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，谁也猜不透。罗茜亚也没想到，这位高高在上的二皇子，居然真把他一个平民的话听进去了。看来维德勒也有让人意外的一面。就在这时，楼下传来了塞尼尔的声音，说是他回来了。罗茜亚赶紧找个借口，说塞尼尔到了，自己得先下去看看。他礼貌的行了个礼，转身就走。看着罗茜亚离开的背影，维德勒一个人在那儿嘀咕，说他走了也好，毕竟这地方是秘密基地，留个外人在确实风险太大。哪怕他是下属的家属，送走他也绝对是明智的选择。可话虽然是这么说，维德勒心里却总觉得空落落的。既然是件大好事，那为什么这心里反而觉得这么不是滋味呢？罗茜亚把种开老店的想法告诉了塞尼尔。塞尼尔虽然嘴上调侃姐姐的厨艺，但还是决定全力支持。毕竟这地方消失了整整10年。塞尼尔二话不说，拎起行李就跟着罗茜亚出发了。赶了几个小时的山路，当那座熟悉的旧店再次出现，塞尼尔整个人都愣住了。这地方竟然一点都没变。罗茜亚之前也没敢一个人进去，这回总算有人陪着了。随着大门被缓缓推开，里面的景象到底会是什么样？进屋一看，塞尼尔直接傻眼了，这乃是10年没住人的样子，简直跟他们走的时候一模一样。罗茜亚也跟着感叹，这地方确实一点都没变。塞尼尔一边往2楼搬行李，一边随口提了一句，要不要顺便去父母的房间看看？这话一出，罗茜亚整个人都僵住了。对他来说，那扇门后面藏着太多的回忆，他实在没勇气推开那扇门，去面对那个曾经满是欢笑，现在却死气沉沉的房间。罗茜亚试探着问塞尼尔想不想看，塞尼尔倒也干脆，直接说算了，维持现状也挺好。行李安顿好，塞尼尔就要赶紧往回赶了，毕竟明天还有训练任务。这下店里就剩罗茜亚一个人了。真到了要走的时候，罗茜亚心里还挺舍不得的。塞尼尔倒是个暖男，临走前还不忘安慰姐姐，说自己以后会经常回来。为了罗茜亚的安全，塞尼尔特意在店周围布下了防御石，就怕山里的野兽跑出来捣乱。交代完这些，他才放心的离开。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罗茜亚送走弟弟后，打算早点休息，毕竟明天还有不少活要干。谁知道这山里的天气说变就变，刚才还挺好，转眼就下起了大雨。听着窗外的雨声，罗茜亚躺在床上，本来觉得这动静还挺催眠，应该能睡个好觉。可就在他迷迷糊糊的时候，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奇怪的响声，这绝对不是雨声，而是有人踩在泥地里的脚步声。罗茜亚一下子清醒了，这大半夜的荒郊野岭怎么会有人？而且听这动静，那个人正冲着店门口走过来。
这大雨天的荒郊野岭，竟然真来了个不速之客。凯登披着斗篷，正盯着这间唯一亮灯的小店。这地方昨天明明还是个废墟，怎么今天突然就住进人了？屋里的罗茜亚这会儿正提心吊胆地听着动静，他哪知道外头这位已经把他当成了埋伏的杀手。凯登觉得，既然是别的工会派来盯梢的，那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直接把屋里的人处理掉最省事。罗茜亚这会儿正盘算着，得赶紧把外面的人抓住，问清楚他们到底有什么目的。可还没等他动手，凯登竟然直接奔着他藏身的地方过来了。这下轮到罗茜亚傻眼了，难道自己的位置已经暴露了？要知道，罗茜亚对自己的隐秘技术相当自信，平时在工会里训练都没几个人能发现他的行踪，结果现在竟然被轻易看穿了。他心里咯噔一下，觉得外面这家伙绝对是个深不可测的高级间谍。凯登嘴角微微上扬，轻声说了句：“抓到你了。”紧接着，他整个人像鬼魅一样，直接从窗户翻了进来。罗茜亚还没反应过来，两人就这么撞了个正着。凯登这下动作极快，直接把罗茜亚死死按住。他连珠炮似的逼问：“到底是谁派他来的？又有什么目的？”罗茜亚这会儿也懵了，他以为自己藏得够深，结果还是被这家伙给盯上了。眼看对方步步紧逼，他只能赶紧反击。这一下动静可不小，罗茜亚直接发动了魔法，想强行把人给震开，谁知道对方竟然硬生生扛了下来。凯登这下彻底怀疑人生了，他盯着眼前的女人，半天憋出一句：“你到底是不是人类？”罗茜亚没好气的回了一句：“废话。”接着他也反应过来了，能接住这一招的绝对不是普通人，难道这家伙是个魔法师？说到魔法师，那可是万中无一的顶级强者，跟普通能力者完全不是一个档次。按理说战争结束后，这些厉害角色都该待在魔法塔里，怎么会随随便便出现在这种地方？凯登这吓急了，大喊着说自己根本不是魔法师，而是一个正儿八经的祭司。罗茜亚听完根本不信，这附近哪来的什么神殿？编瞎话也得找个像样的理由。凯登赶紧解释说，半山腰上确实有个神殿，只是位置太偏，不容易被发现。凯登这下彻底慌了神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罗茜亚就这么直勾勾地凑到了他跟前，这距离近的让凯登整个人都僵住了。罗茜亚盯着他仔细打量，心里不停地盘算，要是这行当里真有这么一号人物，他不可能一点印象都没有，更何况长成这样的帅哥，只要见过一面，绝对是过目不忘。难不成这家伙真没吹牛，他确实是个祭司？虽然他身上确实有魔法波动，但刚才交手的时候，那动作笨拙的简直没眼看，哪有高手偷袭会搞成这样的？罗茜亚也懒得再猜了，直接问他到底来这儿干嘛。凯登还挺有正义感，板着脸教训起罗茜亚来，说这儿没什么值钱的东西，劝他这个小偷趁早收手。结果罗茜亚冷不丁回了一句：“这可是我家。”这下轮到凯登傻眼了，闹了半天，到底谁才是那个闯空门的？凯登这会儿还在嘴硬，非要罗茜亚拿出证据来，结果罗茜亚二话不说，直接把地气甩到了他脸上。这下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他就算想赖也赖不掉了。凯登这下彻底没话说了，赶紧老老实实的低头认错。原来他并不是故意要当贼，而是因为这地方实在太特殊了。他说自己平时一直被头疼折磨，整宿的睡不着觉。可说来也怪，只要他一靠近这间屋子，那股难受劲儿就全消失了。为了能睡个安稳觉，他这才大着胆子经常往这儿跑。这理由听着虽然有点离谱，但看他这副样子，倒也不像撒谎。罗茜亚听完心里咯噔一下，他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，试探着问了一句：“有没有见过屋后那个坟头？”结果凯登的回答更让人意外，他说那地方看着荒了很久，他不仅见过，还顺手帮着除草祭拜了。罗茜亚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后院那座坟一直有人照看，全是因为凯登以为房主人就葬在那儿，这误会可真是闹大了。既然话都说开了，凯登也开始正儿八经的自我介绍，说自己叫凯登，今年22岁，是个货真价实的祭司。他还热情的邀请罗茜亚去神殿坐坐，这自来熟的劲头把罗茜亚都给整不会了。这人怎么突然这么多话？罗茜亚心想，这孤男寡女的共处一室总归不像话，于是直接下了逐客令，让他今晚就回神殿去睡。谁知道刚才还挺好说话的凯登，这会儿突然变了脸，支支吾吾的说什么也不肯走，甚至还有点耍赖的意思。凯登这会儿是真急了，他说现在要是敢出门，肯定会被那些凶残的魔兽给生吞活剥了。看他那副煞有介事的样子，好像外面真有什么洪水猛兽似的。罗茜亚听完直接翻了个白眼，那些离谱的传闻也就骗骗小孩子，10年前这儿就没见过什么魔兽，现在更不可能有。再说了，堂堂一个祭司，居然会被魔兽吓成这样。凯登一看这招不管用，干脆直接上手了，他一把拽住罗茜亚的胳膊，语气里全是哀求：“罗茜亚，求求你了。”他可怜巴巴地望着罗茜亚，问能不能就让他在这儿凑合一晚，还保证自己绝对不乱动，明儿一早准时消失。这哪还有半点祭司的威严，简直就像个无家可归的小可怜。罗茜亚看着眼前这个男人，心里也是一阵无语。这家伙比他想象中还要怂，看来他是真的被吓破胆了。可这孤男寡女的，真要把他留下来，以后还指不定会闹出什么乱子呢。罗茜亚叹了口气，看来这事儿是没法拒绝了，毕竟父母从小就教导他有恩必报是做人的底线。既然凯登帮着照看了家人的墓，这份情他得领。
罗茜亚最后还是心软了，她转过身，严肃地警告凯登：“就准你在这儿待个晚上，但丑话说在前头，你要是敢离开那个沙发半步，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你。这就算是还了你照看墓地的恩情，两边互不相欠。”罗茜亚这话说的干脆利落，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留。凯登一听这话，整个人都精神了，他激动地喊着罗茜亚的名字，那样子简直像捡到了宝。他连声说着谢谢，这下总算能在这儿安稳睡个好觉了。看他笑得这么灿烂，谁能想到这居然是个怕黑怕魔兽的祭司？第二天一早，沙发上只剩下一条叠好的被子，他人已经不见了。罗茜亚打算去周围转转，顺便找找那个人提到的神庙。虽然觉得他没撒谎，但还是亲眼确认一下比较稳妥。没想到这深山老林里还珍藏着这么大一座建筑，平时在店里根本瞧不见。罗茜亚这下总算信了，可这地方看着总觉得有点奇怪，到底是什么时候冒出来的？罗茜亚正琢磨着，这么大个地方，难道真是他一个人在打理？结果门一开，凯登直接叫出了他的名字。看他这副兴奋劲儿，估计是太久没见着活人了。凯登换上了一身神父袍，非要带罗茜亚进去转转，这热情的让人没法拒绝。罗茜亚本来还想打听一下这神庙到底是什么时候盖的，结果话还没说完，肚子先不争气的叫了起来。这下气氛可就尴尬了。凯登倒是挺体贴，赶紧顺坡下驴邀请他吃午饭。说起来，自从到了店里，罗茜亚还真没正经吃过一顿饭。这顿饭一吃，有些话可就更好开口了。凯登这准备的也太夸张了，说是怕做多了浪费，结果摆了满满一桌子好菜，这哪是请客吃饭，简直是想把人直接留下来。罗茜亚心里其实挺纠结，毕竟工会里教过，外面的东西不能乱吃，万一里面加了料怎么办？可看着凯登那副老实样，他还是决定赌一把。这一口下去，罗茜亚整个人都沦陷了。这位道简直绝了，什么职业操守，在美食面前全都不值一提。凯登看他吃得开心，顺势就提议以后常来往，毕竟大家现在是邻居，多走动走动也是应该的。这顿饭吃完，两人的关系算是彻底破冰了。罗茜亚还主动邀请他去店里坐坐，谁能想到搞定一个工会高手，竟然只需要一桌好菜。就在罗茜亚过着平静日子的时候，韦德勒这边情况可不太妙。在这座气派的府邸里，韦德勒正对着一堆文件发愁，手里的笔动了半天，硬是一个字都写不下去。他无奈地放下笔，根本没法集中注意力。明明关于罗茜亚的误会已经解开了，知道他并不是在利用塞尼尔，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女人的影子就像扎了根一样，在他脑子里怎么都回不掉。韦德勒满脑子都是罗茜亚那双蓝眼睛，虽然她长得确实像塞尼尔，但这种熟悉感明显已经超出了合理的范围。韦德勒现在烦得不行，明明手头还有一堆正事要办，大道的地图骑士团的调动，哪一件不比这些乱七八糟的念头重要？可他就是没法集中注意力，既然坐在这儿也是浪费时间。韦德勒干脆摘下眼镜，他打算亲自去确认一下，看看这女人到底藏着什么秘密。就在他准备动身的时候，奥维斯推门进来了，说是要汇报日常工作。这报告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赶在韦德勒要走的时候送上门，这下他还能走得掉吗？办事的人汇报说，那个叫杜鸦的家伙手里确实攥着大道的地图，可不管这边怎么联系，对方连个开价的意思都没有。韦德勒只能让他继续盯着。结果这奥维斯话锋一转，提到了塞尼尔的姐姐，也就是罗茜亚，说她最近正忙着开新店呢。韦德勒这下更坐不住了，一打听才知道，这店竟然开在阿兰山脉附近，那地方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出了名的邪乎，传闻到处都是吃人的怪物。罗茜亚一个女孩子跑那儿去不是送死吗？可奥维斯却觉得是大惊小怪，说那些怪物早扒被子就绝迹了，要是真有危险，那地方哪还能太平到现在？韦德勒听完一句话也没接，有些事恐怕没照奥维斯想的那么简单。韦德勒突然开始找茬，奥维斯，黑鹰骑士团最近是不是太散漫了？这话一出，奥维斯整个人都懵了，明明大家现在状态正巅峰呢。韦德勒可不管这些，既然状态好，那就更得加点难度了。他直接提议要搞特别训练，这明摆着就是没话找话。奥维斯还想垂死挣扎一下，说在皇宫不是刚练过吗？韦德勒理由给的冠冕堂皇，你们还缺个地形实战训练，通知下去，明天全员出发去阿兰山脉。绕了这么大个圈子，其实韦德勒心里想的全是罗茜亚。既然他之前主动邀请过，那现在过去也算是名正言顺了。他倒要亲眼看看这个让他心神不宁的女人到底藏着什么秘密。可怜那些骑士们还不知道自己成了团长追星的垫脚石。罗茜亚这小日子过得挺滋润，自从上次蹭了邻居一顿饭，两边关系是突飞猛进。现在他天天去人家那儿蹭吃蹭喝，他甚至还打起了歪主意，要是能把这大厨挖到自己店里，那生意绝对差不了。可转念一想，开店总得有个像样的菜单，偏偏罗茜亚自己对厨艺一窍不通，这短板确实有点致命。既然做饭不行，那就先从打水这种基础活儿干起。他熟练的从井里提上一桶水，尝了一口，还是记忆里那个味道。这口井的水从小到大都这么清甜，看来这店能不能开起来，这水说不定就是最后的底牌了。罗茜亚还在纠结开店的事，连亲弟弟塞尼尔都吐槽过，说他这手艺还不如直接卖井水生意好。虽然扎心，但这话确实没法反驳。就在他发愁的时候，耳边突然传来一阵奇怪的动静，这气息明显不对劲，绝对不是普通的小猫小狗。罗茜亚心里咯噔一下，难道传闻是真的？这地方真有能冲破结界的怪物？
他整个人都戒备起来了。结果下一秒，草丛里钻出来的竟然是一只大公鸡，这反差也太大了！刚才那股杀气腾腾的劲儿，难道全是这只鸡传出来的？罗茜亚眼疾手快，一把就给这不速之客按住了。这荒郊野岭的，哪儿蹦出来这么肥一只鸡？还没等他琢磨明白，老天爷突然变了脸，这雨说下就下。罗茜亚赶紧抱起鸡往屋里钻。这山里的天气真是比翻书还快，刚才还晴空万里，转头就差点淋成落汤鸡。罗茜亚一边擦头发，一边盯着地上的小家伙。这鸡可不简单，居然能悄无声息地靠近他，这还是头一回有活物能躲过他的察觉。既然这么有缘，罗茜亚干脆发出了同居邀请，想住下也行，房租就拿鸡蛋来抵。这算盘打的，连鸡听了都得愣一下。罗茜亚这心也是够大的，直接就把这只鸡当成是有了，还给他起了个响亮的名字，叫阿姆斯特朗，甚至连鸡窝都打算给他安排。就在这主仆俩联络感情的时候，门外传来了敲门声，原来是那位邻居大厨又来了。凯登提着满满一篮子好吃的，说是晚饭做的有点多，想找罗茜亚一起搭个伙。这邻里关系处得简直比亲兄妹还热乎。可凯登一进屋，盯着地上的阿姆斯特朗，一下子就来了精神。他居然以为这是罗茜亚特意抓回来加餐的，还感叹这是老天爷送来的口粮。罗茜亚赶紧护住怀里的鸡，这可不是拿来下锅的，这是新招的产蛋员工阿姆斯特朗。凯登听了还觉得挺可惜，本来连怎么烤都想好了，吓得阿姆斯特朗差点当场罢工。既然鸡肉吃不成，凯登直接端出了今晚的大餐——秘制酱汁汉堡肉。这手艺确实没得挑，罗茜亚吃的那叫一个香。可天天这么白吃白喝，罗茜亚心里也犯嘀咕。她主动提出想报答一下，看凯登有没有什么心愿。凯登倒是一点没客气，说既然你非要给点补偿，那他还真有个想法。罗茜亚正等着下文呢，谁能想到凯登直接凑到他跟前，问今晚能不能留下来过夜。这要求提的真是让人猝不及防。罗茜亚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凯登居然说他长期失眠，求着非要留下来借宿。看他那副可怜巴巴的样子，罗茜亚最后还是心软了。行吧，就当是抵扣之前的饭钱了。这下可把凯登给乐坏了，连声道谢，总算能有个安稳觉睡了。转眼到了深夜，看着凯登在沙发上祈祷的背影，罗茜亚甚至动了恻隐之心，与其让他被失眠折磨，不如干脆招他来当店员算了。就在这时，罗茜亚突然察觉到不对劲，有人正往店里走，而且这股气息实在是太熟悉了。这脚步声越来越近，罗茜亚整个人都警觉了起来。谁能想到大半夜出现在门口的竟然是塞尼尔？大半夜的他怎么来了？这下麻烦大了。之前才跟人家说自己是一个人住，要是被他撞见屋里还有个男人，那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罗茜亚赶紧催促凯登，你现在立刻回神殿去。凯登还没反应过来，怎么突然就要赶人走？罗茜亚顾不上解释，只说有急事让他明天再来。可凯登根本不想动弹，好不容易能找个地方睡个安稳觉，他哪肯就这么离开？凯登还没反应过来，正纳闷到底出什么急事了，结果怕什么来什么，门唰的一下被推开，塞尼尔兴冲冲的闯了进来，还嚷嚷着要给姐姐一个惊喜。这下惊喜直接变惊吓，两人一个没站稳，凯登直接把罗茜亚扑倒在地，这场面真是越描越黑。塞尼尔当场愣住，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甚至怀疑这男人是她男朋友。罗茜亚急得大声否认，解释说凯登只是附近神殿的祭司，就是个普通邻居，这会儿正打算走呢。凯登在一旁尴尬的不行，这下误会可闹大了。罗茜亚拼命给凯登使眼色，嘴上还打着圆场，说他这会儿正打算走呢。结果凯登根本没领会意思，还一脸纳闷的反问，不是说好今晚让我睡这儿吗？这话一出口，塞尼尔的火气彻底压不住了，没经过姐姐同意就想留宿，在他眼里这男人简直就是个变态。塞尼尔这下彻底爆发了，直接动用了异能，大喊着让凯登离他姐姐远点。罗茜亚这下真慌了，凯登要是正面接下这一招，那后果简直不敢想象。谁能想到塞尼尔这一招下去，凯登竟然跟没事人一样。罗茜亚这下彻底懵了，他居然真的能扛住异能。他赶紧凑过去问，你还好吗？凯登倒是一脸淡定，说除了头发弄乱了，别的倒没什么。塞尼尔这下总算肯信了，看来这小子没撒谎，确实是个祭司，但这并不代表他就能在这儿过夜。塞尼尔一把将姐姐护在身后，警告凯登离远点。罗茜亚还在旁边解释，说凯登是因为害怕魔兽，才觉得只有这儿能睡着。塞尼尔听完简直不敢相信，这种鬼话你也信？这不明摆着是骗人的吗？罗茜亚赶紧摆手，说真的只是借个沙发，两人根本没睡一间屋。可塞尼尔根本听不进去，在他眼里，姐姐实在是太单纯了，让一个成年男人住家里，这简直就是引狼入室啊！罗茜亚心里清楚，就凯登这小身板，自己分分钟就能把他放倒。但塞尼尔不知道他的底细，当弟弟的会担心也正常。罗茜亚赶紧劝他，你之前不是还担心有野兽吗？甚至还给我留了结界时，现在有个男灵居在旁边，你不是应该更放心吗？再说了，凯登可是个祭司，在他眼里，我估计跟普通路人没区别。塞尼尔听完若有所思，说他也听说过一些传闻，说是祭司为了修行，会把那个地方给封印住。这话一出，凯登整个人都不好了，赶紧大声反驳，说自己那儿健康的很。罗茜亚听得火大，一巴掌拍过去，让他闭嘴。这种话是能随便乱说的吗？为了缓解尴尬，罗茜亚赶紧岔开话题，问塞尼尔怎么这时候过来了，不用参加骑士团的训练吗？塞尼尔解释说，训练场就在这附近，趁着睡觉前的自由时间，他特意溜出来看看姐姐。
罗茜亚这下反应过来了，黑鹰骑士团竟然就在店附近驻扎，这下事情可变得有意思了。罗茜亚心里已经开始盘算了，这可是个摸底的好机会，要是能亲眼看看这帮人的实力，那以后办事就稳多了。他立马换了副笑脸，提议让塞尼尔明天带上其他骑士一起过来，他会提前准备好招待大家。塞尼尔问店里准备的怎么样了，罗茜亚随口说，打算先按他说的卖点泉水。结果旁边的凯登听不下去了，直呼这简直就是诈骗。凯登赶紧出主意，说附近树上全是好吃的果子，做成鲜榨果汁不是更好吗？罗茜亚一听，这主意确实靠谱，他特意叮嘱塞尼尔，明天一定要把人都带齐，到时候好东西管够。其实他心里的小算盘早就打得啪嗒响了，卖果汁只是个幌子，摸清骑士团的底细才是真。转眼到了第二天，店门口一下子热闹了起来。塞尼尔带着同僚准时报到，罗茜亚在窗边笑得灿烂。训练结束了吧？辛苦各位了。其实他这心里正打着算盘呢，想看看这帮人到底什么水平。这就是传说中的黑鹰骑士团。看这一个个的块头，确实跟毒鸦公会那帮人有得一拼。这得练到什么程度才能有这种战斗力？正琢磨着呢，身后突然传来个声音：“我也到了。”谁能想到维德勒竟然亲自找上门了，还夸这荒郊野岭的小店生意做得挺红火。罗茜亚这下彻底愣住了，下意识喊了一声殿下。可维德勒接下来的举动简直让人哭笑不得，他往窗边这么一站，把外面的风景挡得死死的。罗茜亚这下急了，你站这儿，我还怎么看那帮骑士啊？维德勒听完这话，直接俯身凑了过来，看你这意思，见到我好像很不开心。罗茜亚赶紧摆手否认，这要是说错一个字，今天这场面怕是收不了场了。罗茜亚赶紧稳住心神，试探着问了一句：“您今天过来也是作为客人来光顾的吗？”维德勒倒也干脆，直接甩出一大袋钱，随便给我来杯什么，剩下的就当小费了。罗茜亚嘴上说着谢谢，心里却忍不住犯嘀咕，不得不承认，这家伙长得确实没话说，差点就把自己给看进去了。但他很快就清醒了过来。罗茜亚呀，罗茜亚，你到底在想什么呢？维德勒可不是什么善茬，他可是个随时会要了自己命，甚至还会发动叛乱，把塞尼尔也卷进危险的狠着色。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得时刻盯着他的一举一动，毕竟自己还没彻底脱离毒鸦公会，这种时候绝对不能掉以轻心。维德勒说要在店里歇会儿，罗茜亚也没多想，指了指旁边的桌子，让他随便坐。维德勒一边往里走，一边不动声色地打量着四周。听塞尼尔说，这儿以前是他们跟父母一起住的地方。这屋子看着确实有些年头啊，到处都是生活过的痕迹，怎么看都只是个普通的旧房子。在维德勒眼里，他现在就像个照顾弟弟的好姐姐，全身上下根本找不出什么疑点。罗茜亚正忙着招呼客人，外面喊着要12杯果汁，他干活利索得很，一点没耽误。可奇怪就奇怪在这儿，只要一盯着那双蓝眼睛看，维德勒心里就莫名的不踏实，这种感觉太反常了。他今天非要在这儿挖出点什么线索不可。店里的生意一下子就忙开了，塞尼尔带着人手赶紧把准备好的饮料送出去。罗茜亚对自己的手艺倒是挺有信心，毕竟是按高人的主意做的，味道绝对差不了。可就在这一片热闹里，罗茜亚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好像有人在暗处一直盯着自己。回头一看，果然是维德勒，他坐在那儿半天没动，就这么直勾勾地看着。罗茜亚被盯得实在受不了了，问他到底在看什么。维德勒直接挑明了，说他刚才干活那股劲头可不像个普通店员。罗茜亚这下反应也快，说自己从小就是孤儿，为了能活下去，不表现得拼命一点根本不行。罗茜亚接着说，正因为当初拼了命，现在才能和唯一的弟弟塞尼尔重逢。以前在工会那种地方，稍微露点破绽可能就没命了，为了能再见到弟弟，他只能逼着自己变强。维德勒听完这番话，心里也开始犯嘀咕，难道真的是自己想多了？他想起自己的处境，连那种血缘淡薄，甚至以后可能变成敌人的兄弟，他都会忍不住去关注。更何况罗茜亚是个孤儿，和亲弟弟失散了整整10年，为了这唯一的亲人，他确实什么苦都能吃得下。这下逻辑好像全通了，维德勒心里的那点怀疑似乎也开始动摇了。维德勒盯着盘子里的配菜，这刀工厚薄均匀，果皮连断都没断过，明显是顶级高手的水平。罗茜亚赶紧找补，说自己从小就练刀工，所以手稳一点很正常。可他心里已经开始打鼓了，原来维德勒刚才一直盯着看，是在观察他的底细。这位皇子可不好对付，以后在他面前必须得加倍小心。就在他琢磨怎么应付的时候，维德勒突然敲了敲桌子，问他是不是忘了什么重要的事。罗茜亚这下真被问住了，难道又露馅了？结果维德勒冒出一句，我的那份到底什么时候上？闹了半天，这位皇子是等得肚子饿了。罗茜亚这才反应过来，光顾着紧张，把客人的正事儿给忘了。他赶紧赔笑脸，说马上就去准备。这尴尬的场面总算是暂时糊弄过去了。罗茜亚赶紧把饮料端了上来，这杯子可比刚才给骑士们的大多了。维德勒一眼就瞧出了不对劲，这分量足足多了1倍还不止。罗茜亚脸不红心不跳的解释说，这是专门给皇子准备的独一份的特别款。维德勒重复了一遍特别款。其实罗茜亚心里虚得很，哪有什么特别款，纯粹是刚才剩下的边角料太多，干脆一股脑全倒进去了。谁能想到维德勒听完这话居然还挺受用，说他很喜欢这种待遇。这下轮到罗茜亚心虚了，本来是想打发他，结果反而让他更满意了。不过那些喝了普通款的骑士们现在的反应可不太对劲，这饮料一入口，这群大老爷们全傻了，这辈子都没喝过这么神奇的东西，
这哪是普通的果汁啊，简直就是顶级恢复药水！一口下去，浑身的泪劲儿唰的一下全消了。大家伙儿忍不住开始嘀咕：塞尼尔，这姐姐到底什么来头？难道背地里还会使魔法？还是说人长得漂亮，做出来的东西也自带光环？就在这帮人吹得起劲的时候，维德勒黑着脸过来了。看你们还有心思在这儿瞎扯，看来是练得还不够狠啊！这下谁也不敢再吭声，赶紧找借口想溜，说要把杯子给送回去。结果维德勒一伸手，直接把人给拦住了。维德勒直接把活儿揽了过来，说这空杯子他来拿就行，这哪是体恤下属啊，分明是想找个借口再过去探探虚实。他一开口，旁边的士兵哪敢不听，赶紧老老实实躲到树后面待命，生怕慢了一秒就被这位皇子给盯上。看着手里这堆空杯子，维德勒心里居然有点小得意，看来刚才那句特别款还真把他给哄高兴了，觉得自己才是那个最特殊的人。另一边，塞尼尔正围着姐姐转个不停，说这次的饮料简直是大获成功，连原本怀疑的人现在都佩服得五体投地。罗茜亚倒是挺淡定，觉得大家夸得有点太夸张了，不就是一杯果汁吗？哪有他们说的那么神？其实他心里最感谢的还是那个给他配方的凯登。塞尼尔这护姐狂魔又开始了，千叮咛万嘱咐，说除了他谁都不能信。罗茜亚耳朵都快听出茧子了，这台词每天都要来一遍。还没等姐弟俩多说两句，维德勒就冷着脸过来了，一开口就是命令，让塞尼尔和奥维斯赶紧归队。塞尼尔虽然心里100个不乐意，但在皇子面前也只能老老实实认怂。闲杂人等一走，这气氛立马就不一样了。罗茜亚刚想转身收拾东西，结果维德勒突然凑了上来，这距离近的有点过分了。罗茜亚还没反应过来，就看到维德勒低下了头，这双红眼睛确实漂亮的不像话。可谁能想到，堂堂皇子殿下居然主动伸手帮他卷起了袖子。这下罗茜亚是彻底傻眼了，这待遇可不是一般的特别款能解释的了。维德勒这活儿干得还挺利索，他说看着袖子弄湿了，心里就不太舒服，这理由找的简直让人没法接话。罗茜亚这下更懵了，只能小声说了句谢谢。结果这位皇子殿下临走前还丢下一句，说下次还要再来。这下罗茜亚彻底犯了难，这人到底怎么回事？明明之前看着挺傲慢的，怎么突然间就变得这么细心了？这种反常的举动背后肯定没那么简单。而维德勒这边心里还在回味那杯特别款，看来这招确实管用，他现在对这个女人是越来越感兴趣了。维德勒刚才那一碰，让罗茜亚到现在都没缓过劲来，那手冷得跟冰块似的，完全不像个正常人的体温。罗茜亚心里直犯嘀咕，这皇子殿下浑身上下都透着古怪，看来以后得留个心眼，绝对不能被他的外表给骗了。转眼到了第二天，罗茜亚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小院，这儿可比外面自在多了。不过这心里的烦心事还得靠干活来发泄，连院子里的鸡都给吓够呛，这哪是平时那个温柔的罗茜亚呀？看这架势，他是把手里的木头全当成那个让人头疼的皇子了，这一下接一下的干的那是相当卖力。罗茜亚这通火发完，柴火倒是劈了不少，这下够用好一阵子了。干完活，他停在了一块简陋的木牌前，这是他一直记挂的事。现在手里攒了点钱，得赶紧给换个像样的石碑。趁着天色还好，他又开始清理旁边的杂草，这些草长得比谁都快，怎么拔都拔不干净。就在这时候，树根底下几个亮晶晶的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。这种蓝色的蘑菇，他以前还真没见过，凑近一闻，居然还有谷甜滋滋的味道。既然是长在活树上的，没准儿还能吃。可这荒郊野岭的东西哪能随便乱动啊？这要是吃出问题来，那可就麻烦大了。这一忙活天都黑透了，罗茜亚想着店里还有约，得赶紧往回赶。可他还没意识到，自己前脚刚进屋，后脚就被盯上了。暗处这2个男人已经摸清了他的住处，就等着这一刻呢。凯登这会儿倒是准时，直接端着吃的就过来了。他最关心的还是生意。凯登问那些饮料卖的怎么样，罗茜亚说大家都特别喜欢，甚至觉得那水跟药水一样神奇。凯登倒是一点不意外，他说这都是因为用了山上的神水，还顺嘴问罗茜亚是不是也觉得这水味倒不一般。罗茜亚还没反应过来，凯登直接点破了真相，要不是因为这水好，谁会把寺庙盖在这种深山老林里？罗茜亚这脑回路也是没谁了，他居然在想这地方是不是专门用来救人和改造强盗的。凯登听完都无奈了，说这确实像是他会想出来的理由。凯登这回是真没把他当外人，直接甩出了一个神殿的顶级机密，说这地方其实是一处还没被发现的圣域，难怪这里的花草水木都这么灵验，毕竟圣域可是神圣力量一出的地方，能治百病还能增强法力，是各方势力都要争抢的宝贝。可问题就在这儿，整个帝国明面上只有4处圣域，这里根本就不在官方名单里。罗茜亚越听越觉得不对劲，要是父母早就知道这个秘密，那他们当初选择留在这里，背后的真相恐怕没那么简单。凯登特意叮嘱了一句，这事儿绝对不能传出去。罗茜亚看着他这副样子，心里却直犯嘀咕，就他这看起来弱不禁风的，真能守住这么大个秘密？罗茜亚干脆把话挑明了问，你这年纪当祭司长，真的不是在开玩笑？凯登这下也无奈了，干脆招呼他先吃饭，明显是想把这话题给插过去。既然人家不想多说，罗茜亚也就不打算再问了，毕竟谁还没点不能说的秘密。这顿饭吃的倒是挺顺心，罗茜亚原本还想把凯登挖走，现在看来这墙角是没法撬了。不过他还是留了个话茬，要是哪天祭司当累了，随时可以来给他当助手。凯登听完这话，这反应
可就有点耐人寻味了。凯登倒是挺会顺杆爬，他说这提议确实诱人，但要是换个身份，他可能会考虑得更认真。罗茜亚还没明白怎么回事，凯登这手就直接伸过来了。他笑着问：“比如换成恋人怎么样？”这气氛一下子就暧昧起来了。结果罗茜亚根本没往心里去，只当他又在开那种没正经的玩笑。凯登也跟着打哈哈。这事儿就算这么翻篇了。可还没等两人继续往下聊，罗茜亚突然察觉到不对劲，凯登赶紧问他怎么了。罗茜亚盯着窗外说：“刚才一直觉得有动静，本以为是哪来的野兽，现在看来门外确实蹲着人。这下麻烦了，外头那帮人盯了半天，就等着凯登进屋这个时机。看这架势，他们是打算今晚就动手了。外头这两个男人压根没把凯登放在眼里，觉得他就是个弱不禁风的小祭司。两个人联手收拾屋里那两位，简直轻而易举。他们还觉得罗茜亚胆子挺大，敢在荒郊野岭开店，这下正好，不仅能把这儿当成躲斋的窝，还能顺便找点乐子。罗茜亚在屋里感觉得很清楚，这股恶意藏都藏不住，肯定不是塞尼尔。这帮人明显来者不善，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最后停在了大门口。随着几声敲门响，这出戏算是正式开演了。罗茜亚把门一开，外头那俩人立马换了副嘴脸，装出一副可怜样说：“闻着香味找过来的，能不能给口饭吃？”罗茜亚根本不吃这一套，直接告诉他们今天打烊了，想吃饭明天再来。结果这俩人摆明了要硬闯，伸手就想把门给挡住。罗茜亚这力气哪是他们推得动的？凯登这时候还想发善心，看他们可怜，居然要把这俩麻烦带回神殿。罗茜亚心里清楚，这俩人明显没安好心，要是真让凯登带走，那才是引狼入室。与其让别人倒霉，倒不如留在自己眼皮子底下。他突然想起刚才采回来的那些宝贝，罗茜亚立马改了主意，招呼他们进屋坐下。罗茜亚正琢磨着用剩下的边角料煮锅汤，凯登还挺积极，非要跟着一起打下手。结果那两个不速之客一开口就没个正经，居然问他们是不是两口子。凯登这反应也是绝了，不仅没反驳，反而还顺着话茬往下接。这下气氛彻底跑偏了，他甚至还当场演了起来，非要给这两个陌生人祈祷。对面那俩人都听傻了，这小祭司是不是有点太单纯了？罗茜亚在旁边看得直摇头，凯登这人真是一点防备心没有，跟谁都能聊到一块儿去。不过这锅汤的颜色确实看着有点不对劲，管他呢，反正他们刚才说不挑食。看着面前这碗紫乎乎的东西，这两个男人直接傻眼了，这颜色怎么看都不像正经饭菜。罗茜亚道是淡定的很，随口介绍说这就是普通的洋葱蘑菇汤。这俩人心里直打鼓，这玩意儿真的能吃吗？但为了不让屋里人起疑心，好方便待会儿动手，他们只能硬着头皮往下咽。其中一个男人心一横，想着就尝一小口，应该出不了什么大事。结果这汤刚一进嘴，他整个人就不对劲了，这味道简直超出了人类的想象。勺子唰的一下掉在地上，两个人掐着脖子，差点没当场交代。在这儿，这哪是喝汤啊，这简直是在服毒。他们现在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，赶紧给口水喝。凯登整个人都傻了，这哪是做饭啊，这简直是在搞生化武器。罗茜亚还挺委屈，顺手就把那几朵蓝蘑菇拿了出来，说就是用这个煮的。凯登一看差点没晕过去，这可是当地最有名的毒蘑菇，吃一小口就能让人见上帝。罗茜亚这下也慌了，他之前自己偷吃过，明明一点事都没有啊，现在上哪儿去找解药？结果那两个男人彻底想歪了，他们觉得这根本不是意外，而是罗茜亚早就看穿了他们的身份，故意在这儿设套呢。眼看命都要没了，这俩人也不装了，直接从怀里掏出了家伙。带头的男人咬着牙，让凯登赶紧把解药交出来，不然今天谁也别想活。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，那两个家伙还没来得及动手，毒性就彻底发作了。凯登吓得赶紧冲过来，罗茜亚，你没受伤吧？罗茜亚道是没怎么被吓着，说自己没事，反倒是这两个倒霉蛋直接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。谁能想到这原本要命的刺杀，竟然被一锅蘑菇汤给搅黄了。凯登看着地上的两个刺客，也是一阵后怕，还好他们吃的不多，不然这会儿已经去见上帝了。虽然这俩人刚才还想杀人，但凯登还是心软，顺手给他们做了紧急处理，说是睡一觉就能醒。罗茜亚看着地上的烂摊子，心里还在纳闷，这到底是哪儿冒出来的杀手，业务水平也太差了点。凯登突然反应过来，刚才罗茜亚也尝了那锅汤，他赶紧凑过去问，你没事吧？罗茜亚赶紧摆手，说自己就喝了一小口。其实他心里想的是，总不能告诉凯登自己从小就接受过抗毒训练吧。凯登这回是真急了，二话不说直接抓起他的手，这架势显然是不打算听他解释。一阵光芒闪过，凯登仔细检查了一遍，确认他没中毒才松了口气。凯登这回是真的急了，他死死抓着罗茜亚的手，大声叮嘱他以后吃东西前必须先问过他的意见。罗茜亚整个人都愣住了，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凯登发这么大的火，看来他是真的怕他出事。罗茜亚只能乖乖点头答应，以后一定多加小心，毕竟凯登严肃起来的样子确实让人没法拒绝。夜深了，凯登还是放心不下，他问罗茜亚现在感觉怎么样，有没有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？罗茜亚却说除了手心像烤过火一样暖和，别的什么感觉都没有，看来刚才确实没中毒。凯登这下更想不通了，注入了这么多神圣力量，按理说早该有反应了，怎么到他这儿就没动静了呢？就在凯登发愣的时候，罗茜亚已经蹲在地上开始搜身了。凯登赶紧问他在干嘛，罗茜亚头也不回地说，那些人刚才提到了我的身份，连扔暗器的动作都很奇怪，我必须看看他们到底是什么来头。
他直接把搜出来的包给倒了过来，随着一堆东西掉在地上，这背后的秘密恐怕马上就要藏不住了。凯登翻了翻搜出来的证件，发现全是假的，从平民到落魄贵族，这帮人准备了好几套身份。罗茜亚翻开那本笔记，发现事情更严重了，这上面画满了山脉附近的地图，连哪条水道能运物资都标记得一清二楚。凯登这下反应过来了，这帮人根本不是普通的毛贼，而是潜伏进来的外国间谍。可罗茜亚却想到了别的，如果他们不是为了国家，而是来自那个神秘的工会呢？罗茜亚觉得这事没那么简单，如果猜得没错，这些杀手身上一定有那个标记。凯登还没反应过来，就看罗茜亚直接上手，开始扒那人的衣服，果然被他找着了，这竟然是航行工会的标志。这个工会可不一般，他们曾经活跃在塞恩特尔，那是一个在帝国边境因为连年战乱而消失的国家，当时他们誓死效忠皇室，一直跟帝国对抗到最后，本以为战败后这个组织早就消失在历史里了。凯登听得一头雾水，问这航行工会到底是什么来头。罗茜亚还没来得及解释，突然像是察觉到了什么。罗茜亚解释说，这其实是塞恩特尔的情报工会。凯登听完更纳闷了，那个国家不是早就消失了吗？罗茜亚觉得他们可能并没消失，而是被别的势力收编了，可他们为什么要在这儿搜集情报？凯登盯着罗茜亚，突然问了个关键问题，你怎么会对航行工会这么了解？罗茜亚这下心里咯噔一声，坏了，表现得太懂，反而引起怀疑了。他赶紧打个哈哈，说是在书上偶尔看到的。凯登还不死心，非要问是哪本书，他也想看看。罗茜亚赶紧把话题岔开，现在最要紧的不是处理这几个间谍吗？两人七手八脚，先把这帮家伙捆了个结实，省得他们待会儿醒了乱跑。凯登开口问，现在要向警卫队报告吗？罗茜亚摇了摇头，比起那些不认识的守卫，还是交给我弟弟塞尼尔处理更稳妥。其实他心里另有打算，要是凯登不在场，他早就自己动手审问了。毕竟航行工会牵扯太大，如果这帮人还没消失，甚至还在暗中搜集战争情报，那这事儿可就捅破天了，必须得让塞尼尔查个水落石出。凯登点点头，那我去大圣堂那边打个招呼。罗茜亚让他赶紧去，可凯登还是有点不放心，万一再来几个同伙，你一个人在这儿能行吗？罗茜亚道是心态稳得很，他开玩笑说，谁要是敢过来捣乱，就请他们喝自己亲手做的汤。凯登一听这话，整个人都不好了，这哪是请客，这简直是想要了对方的命啊！凯登挥挥手，先撤了，说是一会儿就回来。这下总算没人盯着了。罗茜亚看着他走远，既然碍事的人不在，那真正的计划该开始了。他把手往嘴边一搭，清脆的哨声划破夜空。没一会儿，一只黑乌鸦就落在了他手上，这可是他的老搭档了。罗茜亚熟练的交代任务，绿色的信送给雷利，红色的那封必须亲手交给塞尼尔，这事儿一点都不能马虎。看着乌鸦飞进夜色，罗茜亚心里很清楚，这封信一送出去，接下来的局势可就由不得那些间谍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塞尼尔就带人赶到了咖啡馆，看着地上这几个被捆成粽子的间谍，他知道这事儿小不了。罗茜亚把话复述了一遍，说这帮人可能来自那个消失的塞恩特尔。塞尼尔听完也觉得纳闷，这个名字他确实没怎么听过，但他心里清楚，既然罗茜亚特意提了，那就必须得查个底朝天。临走前，塞尼尔还不忘嘱咐，要是再有什么风吹草动，或者觉得一个人住着不踏实，就赶紧收拾东西回王都。罗茜亚笑着答应了，让他别太担心。塞尼尔办事效率极高，转头就把这事儿捅到了维德勒那儿。维德勒一听也觉得不对劲，立马带着骑士团把人押回了王都。看着远去的车队，维德勒心里其实一直有个疙瘩，这帮间谍放着大地方不去，为什么非要盯着这间偏僻的咖啡馆？维德勒这心里始终还是放不下，尤其是罗茜亚这个女人，真的能应付接下来的麻烦吗？把她一个人留在那个地方，真的没问题吗？黑鹰骑士团刚走，本以为这咖啡馆能清静几天，结果还是想多了。这大白天的，居然有人想偷摸溜进来，连路边的鸡都不放过，还互相提醒要小声点，生怕被屋里的人发现。谁能想到门刚推开一条缝，罗茜亚就已经在后面等着了。这下把俩人吓得够呛，原来是老熟人，雷利和索菲亚找上门了。雷利倒是一点不意外，我就说他肯定知道我们要来。索菲亚一进门就拉着罗茜亚，生怕她受了什么委屈。雷利则在一旁打量着屋子，这就是你从小长大的地方啊，比我想象中还要好。罗茜亚看着这两个老朋友，虽然一直有联系，但真没想到一段时间不见，这两个人的实力又变强了不少。其实雷利也是刚当上会长不久，索菲亚非要跟着过来。索菲亚嘴上嫌弃他是为了报仇，结果被雷利一把捂住了嘴。罗茜亚笑着调侃，那以后是不是得改口叫雷利会长了？雷利这下反倒不好意思了，说别人这么叫就算了，你们两个还是直接叫我名字吧。玩笑归玩笑，罗茜亚这次找他们来是有正经事要办。他之前让雷利去查塞恩特尔的动向，现在终于有了眉目。这群人之前被打散之后，一直躲在暗处没动静，最近却突然开始频繁活动，看这架势，是想通过战争把地盘抢回来。他们躲了这么久，肯定攒了不少家底，如果真是这样，那接下来的局势可就复杂了。罗茜亚又问起塞尼尔那边的情况，索菲亚摇了摇头，目前还没发现他
有造反的迹象，但盯着他的人可不少。毕竟皇后一直对外宣称，除了大皇子，皇室已经没有其他继承人了。看他那副急切的样子，显然是想把大皇子扶上帝位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塞尼尔的处境就太危险了。罗茜亚想起之前看他们训练，那强度简直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。就在这时，索菲亚突然想起一件事，塞尼尔最近似乎一直想联系罗茜亚。索菲亚接着说，塞尼尔一直想见你一面。罗茜亚愣住了，找我？更奇怪的是，那帮人居然说他们知道怎么解开大航线地图的封印。罗茜亚这下坐不住了，大航线地图那可是连工会都没法破解的东西，他们怎么可能知道？雷利也觉得这事儿不对劲，解开封印的方法极其复杂，这帮家伙到底从哪儿得来的消息？正事儿聊得差不多了，索菲亚赶紧打圆场，说咱们先别想这些了，等搜集到更多情报再说。他神秘地拿出一个礼盒，说是专门给罗茜亚带的礼物。罗茜亚下意识就想拒绝，毕竟工会里可没送礼的习惯。索菲亚直接把话堵了回去，让你拿着就拿着，别老是第一反应就是拒绝。罗茜亚无奈地打开盒子，结果整个人都僵住了。盒子里躺着的竟然是他曾经的那把佩剑。索菲亚轻声提醒他，你走的时候把它落下了，虽然你现在不再是那个王子，但没必要把过去的回忆也一起扔掉。这把剑可是罗茜亚用整个童年换来的荣誉，也是他在工会里地位的象征。索菲亚看着罗茜亚，眼神里满是期待，所以你愿意重新接纳他吗？看着这把熟悉的佩剑，罗茜亚心里五味杂陈。雷利和索菲亚大老远把他带过来，这份心意他确实没法再推开了。既然大家都这么有诚意，那我也该给个明确的态度了。罗茜亚伸手握住剑柄，这一握就代表他决定重新接手那些麻烦事。在雷利彻底坐稳会长位置之前，他决定重操旧业，负责起工会的情报分支。毕竟有些事只有他亲自出马才行。看到罗茜亚终于点头，索菲亚高兴的直接蹦了起来。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们。雷利也松了口气，他看着罗茜亚认真的说，不管你在哪，工会永远是你的家，这一点你可千万别忘了。三个人紧紧抱在一起，仿佛又回到了并肩作战的日子。罗茜亚知道，这个决定虽然意味着平静日子到头了，但有些责任她必须得扛起来。送走两人后，罗茜亚开始重新审视这家咖啡馆。以前只把它当个落脚点，现在看来这里得好好改造一下了。他翻开那份神秘的地图，脑子里全是刚才雷利提到的情报。塞恩特尔的那些战士可不好对付，光靠硬碰硬肯定不行。其实想要搜集情报，不一定非要到处去抓间谍，只要坐在这咖啡馆里，听听那些客人的闲聊，往往就能发现不少有用的线索。看来这间小小的咖啡馆马上就要变成最热闹的情报中心了。为了让这儿更像个正经咖啡馆，罗茜亚打算添置点像样的家具。可这店开在半山腰上，去镇里买东西路程实在太远了。正愁着呢，救星就自己找上门了。凯登牵着一匹白马，刚好出现在门口。凯登笑着说：“我也正打算去镇上找匹好马，咱们正好顺路一起去。”罗茜亚一脸怀疑：“你这马是挺壮实，但咱们两个人怎么做？难道要挤一个马鞍？”罗茜亚宁愿走着去，也不想跟人挤在一起。凯登倒是一点不尴尬，直接提议今天他骑，明天他骑，反正就是不让他一个人走。看着凯登那副不容拒绝的样子，罗茜亚心里直犯嘀咕：这家伙有时候真让人捉摸不透，简直像个疯子。凯登又搬出安全当借口，说外面世道乱，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强。罗茜亚没办法，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了。这趟采购之旅看来注定不会太平。凯登还想表现一下绅士风度，结果罗茜亚根本不领情。这种待遇留给那些娇滴滴的大小姐还行，对我来说完全没必要。还没等凯登反应过来，罗茜亚立落地翻身上马，这动作一看就是练家子。凯登这下是真服了，他笑着感慨，罗茜亚总能给他带来惊喜。两人共骑一匹马出发了。凯登忍不住夸他技术好，罗茜亚倒也坦然，毕竟骑马是他从小到大唯一的爱好了。罗茜亚一边赶路一边琢磨，凯登这家伙绝对不简单，会治愈魔法，身手还这么利索，他的背景肯定大有来头。不过眼下最让他头疼的是这种距离感，他以前从来没跟人这么亲近过，这感觉实在是太别扭了。看来等到了镇上，第一件事就是得买匹自己的马。这种尴尬的二人转，他是一刻也不想多待了。